欧洲人餐餐离不开面包，可奇怪的是，他们的糖尿病发病率却相对较低，这听起来是不是很矛盾？一边是高碳水的面包，另一边却是较少的糖尿病患者，比起很多亚洲国家都要低，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欧洲人的体质天生抗糖，还是他们的面部特秘诀？今天我们就带着这些疑问，一起来揭开谜底，既要找出欧洲人酷爱面包，却糖尿病少见的4大原因，也要分享给大家6种被称为高血糖克星的食物，让血糖稳定如山。在欧洲，面包就像米饭在东方一样重要，是日常饮食的灵魂。不论是法国的长棍面包、德国的黑麦面包，还是意大利的佛卡夏，欧洲各国都有各自钟爱的面包种类。早餐来片烤面包，抹果酱；午餐三明治，夹火腿蔬菜；晚餐搭配汤和沙拉。可以说一日3餐都少不了面包的身影。然而，面包虽都是面粉制成，其类型却大不相同，对血糖的影响也千差万别。欧洲传统面包中，全麦面包、黑麦面包、杂粮面包以及酸面包、天然酵母发酵的面包占有重要地位。这些面包往往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质地扎实，颗粒分明，和我们常见的松软白面包并不一样。相比之下，经过高度精制的白面包，因为去除了麸皮和胚芽，纤维含量低，淀粉消化快，吃了更容易让血糖飙升。所以，欧洲人并非顿顿都啃松软的白吐司，他们更偏爱那些嚼得出谷粒的面包。这种饮食文化的差异，正是理解欧洲人血糖管理的重要线索。那么，为什么欧洲人吃这么多面包，糖尿病发病率却较低呢？归根结底，并不是面包有神奇降糖功效，而是多种饮食和生活方式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总结来看，有4大关键原因。1. 主食粗粮多，面包 GI 值更低。欧洲人的饮食结构中，全谷物比例高，全麦面包、黑麦面包等富含膳食纤维的主食比比皆是。天然酵母发酵的工艺更是降低了面包的升糖指数 GI， 让淀粉的消化吸收变慢。膳食纤维就像海绵，可以延缓葡萄糖进入血液的速度，防止餐后血糖陡升。想象一下，同样是一片面包，粗粮面包就像慢跑运动员，稳稳当当地释放能量，而白面包更像短跑冲刺，一下子把糖分全释放出来。长期吃这些低 GI 的粗粮面包，人体胰岛素负担更小，自然有助于降低糖尿病风险。在北欧等地区，深色的黑麦面包和酸味的发酵面包很受欢迎，当地人戏称它们为可以慢慢嚼的营养砖。别看它们口感扎实朴实，这正是欧洲人的小秘密之一。主食选对了，血糖就不会乱窜。2. 饮食均衡多样，蔬菜蛋白不可少。欧洲人的餐盘上不只有面包，还有丰富的蔬菜和优质蛋白质。沙拉里的绿叶菜、西红柿、黄瓜，汤锅里的各种豆类、薯类，再配上橄榄油、奶酪、坚果和鱼肉，这种地中海式的均衡饮食在欧洲相当普遍。面包往往只是整餐的一部分，搭配上健康的脂肪和蛋白质后，碳水的吸收速度进一步放缓。例如，一份典型的法国早餐可能是一块全麦面包抹牛油，配一杯牛奶。纤维和脂肪的加入，使得这顿早餐的血糖反应比单独吃白面包要平稳许多。再比如，意大利人用橄榄油蘸面包当开胃菜，油脂会减慢碳水的消化。这些巧妙的食物搭配使欧洲人在享受面包美味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稳住了血糖。相反，如果一餐都是精碳水，又缺乏蔬菜蛋白，血糖曲线就容易坐过山车了。所以，丰富多样、营养均衡的搭配是欧洲人健康饮食的重要原因。3. 生活方式积极，体力活动更多。除了会吃，欧洲人也很会动。走在欧洲的街头，你会发现人们走路和骑自行车的比例相当高。很多欧洲城市提倡绿色出行，上班族骑车通勤是常见风景。周末的时候，全家郊游徒步，自行车环湖，公园慢跑也早已融入生活。正是因为日常活动量大，欧洲人普遍维持了相对健康的体重，不易出现严重肥胖，而体重控制良好，肌肉活动多，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就更高，血糖代谢更高效。据研究统计，
经常运动的人群患2型糖尿病的风险要大大降低。可以说，面包提供了能量，但是欧洲人通过日常的消耗把它利用掉了，而不是囤积成脂肪。反观一些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即使饮食相同，长期缺乏运动也会让血糖调节变差。有句谚语说得好，迈开腿管住嘴。欧洲人在迈开腿这方面确实做得很到位。爱运动的生活方式无疑是他们糖尿病发生率较低的另一大秘诀。4. 饮食节制有度，控糖意识较强。不少欧洲国家的饮食文化讲究少量多样，他们喜欢一餐中尝试多种食物，但每样分量不大，很少暴饮暴食。比如西班牙的 tapas 小食文化，一顿饭吃很多种小份菜肴，又如法国人用餐细嚼慢咽，饭后再来杯小小的浓咖啡，整个节奏很悠闲。这样的习惯使得总热量摄入得到控制，血糖峰值也不会太高。同时，欧洲人在甜食摄入上也相对克制，日常饮品更多选择矿泉水、苏打水或不加糖的咖啡茶饮，含糖汽水喝的并不多。即使来块甜点，多数人也习惯分享一份蛋糕，而不是一个人吃完。再加上欧洲各国多年来通过营养、教育、食品标签等手段，提高公众对高糖高脂食品危害的认识，大家在选购食物时更懂得查看配料表，尽量避免添加糖过多的加工食品。这种自律的饮食态度，让欧洲人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保持了对血糖的掌控。不像有些地区逢年过节大鱼大肉拼命吃，或是爱喝含糖饮料解渴，久而久之胰岛功能不堪重负。欧洲人适度节制、细水长流的饮食习惯，正是管住嘴的重要体现，也是他们糖尿病发病率较低的一剂良方。以上4大原因相辅相成，共同造就了欧洲人即使酷爱面包，仍能将糖尿病风险控制在较低水平。说到这里，你可能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真正决定健康的并不是单一某种食物，而是整体的饮食结构和生活方式。面包本身并非洪水猛兽，关键在于我们如何选择和搭配，以及有没有均衡饮食、积极运动和适度节制。欧洲人的经验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就算主食是碳水，也完全可以通过聪明的搭配和生活习惯来把血糖稳稳握在手中。在深入探讨下一个话题前，我们有必要科普2个相关概念：含糖量和升糖指数 GI。 很多人以为含糖量高的食物才会让血糖升高，比如甜甜的蛋糕、糖果。其实不然，食物对血糖的影响不仅取决于含糖多少，还取决于糖分释出的速度，这个速度就是用升糖指数来衡量的。含糖量指的是食物里糖类，包括淀粉和糖分的含量多少，升糖指数则表示食物进入人体后引起血糖上升的快慢程度。举个例子吧，白米饭和可乐，哪一个更甜？当然是可乐更甜，含糖量高得多。然而一碗白米饭的升糖作用却未必比一听可乐小。白米饭的主要成分是淀粉，进入肠道后迅速被分解成葡萄糖，短时间就能让血糖飙升，所以白米饭的 GI 值很高。再看可乐，虽然含糖惊人，但如果喝同样碳水含量的可乐，血糖上升速度也很快，因为液体糖分几乎立刻吸收入血。可乐和白饭可以说是高 GI 食物的代表。而反过来，有些食物尝起来甜甜的，但对血糖的冲击却不大。例如水果中的果糖，在有纤维陪伴的情况下，升糖指数反而不高。吃一整个苹果总比喝一杯纤维的苹果汁升糖慢很多。简单来说，升糖指数 GI 就是食物让血糖跑步的速度， GI 高，血糖赛跑，嗖的一下冲向终点， GI 低，血糖慢跑，缓缓释放能量。同样50克碳水化合物，高 GI 食物可能在半小时内把血糖推上峰值，而低 GI 食物也许要2个小时慢慢消化。长期吃高 GI 的食物，胰岛素反复大量分泌，胰腺容易累坏，细胞对胰岛素也会变得麻木，这就是胰岛素抵抗通往2型糖尿病的大门。但如果选择低 GI 食物，血糖保持平稳，身体更游刃有余地处理糖分，胰岛功能也会轻松很多。所以我们在看待饮食时，不仅要看食物里有多少糖或淀粉，更要看它究竟会不会让血糖快速飙升。含糖量高但伴随大量纤维的食物，比如杂豆、全谷物，可能升糖缓慢，
而含糖量看似不高但缺乏纤维的精致食品，比如精白面包、糕点，却可能使血糖骤升。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欧洲人爱吃的粗粮面包和东方常吃的精白米，在升高血糖方面有天壤之别了。同时，这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挑选稳血糖的食物。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哪些日常食物是控制血糖的好帮手吧。说到稳血糖，除了改变总饮食结构，我们还可以在日常餐桌上多安排一些对血糖友好的食材。下面要介绍的6种食物堪称高血糖的克星，如果能坚持每天轮换着吃一些，血糖升高比登天还难。快来看看它们是谁。1. 燕麦。燕麦可是享誉全球的健康谷物，在营养界，燕麦被称为谷物之王也不为过。它富含膳食纤维，特别是贝塔、葡聚糖这种可溶性纤维，进入肠道会形成粘稠的凝胶，减缓葡萄糖的吸收速度，帮助餐后血糖平稳下降。不仅如此，燕麦还含有优质植物蛋白、维生素 B 族、矿物质以及具有降血脂作用的成分。对于血糖偏高的人来说，用燕麦粥或者燕麦片当早餐是极好的选择，既有饱腹感，又不怕血糖猛冲。当然，注意选择原味无添加糖的燕麦，自己搭配牛奶或豆浆、鸡蛋和坚果，就是一份营养满分又友好的早餐。长期坚持吃燕麦，有助于提高胰岛素敏感性，让血糖更听话。2. 苦瓜。苦瓜被誉为植物胰岛素，在中医食疗和现代营养学中都享有盛名。别看它味苦，其实良药苦口利于降糖。苦瓜中含有一种独特的生物碱物质，俗称苦瓜素。研究表明，它能够模拟胰岛素的作用，促进葡萄糖利用，抑制糖分吸收，从而降低血液中的血糖水平。简单说，苦瓜就像给我们的胰岛素加了把劲儿。很多糖尿病患者都爱喝点苦瓜汁或吃炒苦瓜来辅助降血糖。当然，苦瓜的营养价值还不止于此，维生素 C、膳食纤维、微量元素都很丰富，经常吃还能提高免疫力，帮助降血脂。一盘清炒苦瓜或者苦瓜煲汤，餐桌上常出现它，血糖指标往往会更漂亮。不过要提醒的是，苦瓜再好也不能过量生吃，胃寒的人也不宜空腹大量进食哦，适量熟食最为稳妥。3. 洋葱。平平无奇的洋葱其实是隐藏的控糖高手呢。洋葱中的有效成分烯丙基硫化物能够刺激胰岛细胞分泌胰岛素，帮助血糖下降。此外，洋葱富含胡皮素等抗氧化物质，能够减轻胰岛细胞所受的氧化应激伤害，这对于长期高血糖状态的人十分重要。洋葱的 GI 值非常低，大约只有10左右，几乎不会对血糖造成负担。无论是生吃洋葱拌沙拉，还是炒洋葱搭配肉类，它都能为我们提供膳食纤维和有益化合物，还给菜肴增添甜辣鲜香的风味。一些研究甚至发现，经常吃洋葱的人空腹血糖水平更稳定。这么看来，洋葱眼泪换来甜蜜健康也算值得。怕辣的朋友可以选择紫皮洋葱，口味相对温和，又富含花青素。总之，洋葱作为日常厨房里的常客，千万别忽视了它的降糖小功劳哦。4. 绿豆。绿豆在东方饮食中扮演着清热解毒的角色，其实它也是低 GI 杂豆类的杰出代表。绿豆本身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和抗氧化物质，升糖指数很低，属于典型的慢碳水食物。用绿豆和大米煮成绿豆饭，哪怕加了一半的绿豆，整锅饭的 GI 值都会比纯白米饭下降不少。这也是为什么夏天人们喜欢喝一碗绿豆汤，不但解暑，还能在吃完烧烤大餐后帮助稳定血糖。绿豆富含植物蛋白、B 族维生素、矿物元素镁和钾等营养，可以说小小一颗豆，营养和功效却很大颗。经常吃绿豆还有助于改善血脂，间接提升胰岛素作用效率。我们可以在日常饮食中巧妙加入绿豆，煮粥时放一把绿豆，或者用绿豆磨粉蒸成绿豆糕，都比纯米面点心更适合控糖人群。不过需要注意，煮绿豆汤尽量少放糖哦，糖放多了可就喧宾夺主，抵消绿豆降糖的作用了。5. 紫薯。五颜六色的蔬菜薯类中，
紫薯以其诱人的色彩和营养价值脱颖而出。紫薯其实是番薯、甘薯家族的一员，因为富含花青素而呈现紫色。这些花青素是强力的抗氧化剂，对改善血管健康、减少炎症有益。而就血糖而言，紫薯相较于白土豆和精白米饭，升糖指数要低一些。原因在于紫薯的膳食纤维含量高，而且其中的抗性淀粉比例也较高，进入肠道后消化速度较慢。吃同样重量的紫薯，血糖上升速度往往比吃白米饭慢得多。因此，很多营养师会建议用蒸紫薯来替代部分精白主食，既能增加饱腹感，又摄入了更多维生素，比如维生素 A、前体贝塔、胡萝卜素和矿物质。对于想控制血糖又嘴馋甜味的人，紫薯还是天然的健康小甜点。它本身带有甜味，却不会让血糖过山车般起伏。烤紫薯、紫薯粥、紫薯泥都是很棒的选择。不过紫薯虽然好，也不要一次吃过量，一个拳头大小的紫薯就足够当主食吃啦。过多摄入总碳水还是会累积热量的哦。6. 奇亚籽。近几年走红的网红食物奇亚籽，其实早在古代中美洲就是印第安人的传统粮食。奇亚籽外表看似芝麻小黑籽，遇水却能膨胀形成凝胶，这神奇的性质使它成为稳糖明星。奇亚籽富含膳食纤维和优质的 alpha 亚麻酸、植物 omega-3 脂肪酸，碳水含量不高且 GI 极低。把一勺奇亚籽加到酸奶或豆浆中，它会吸水，变成软软的凝胶粒，增添口感的同时，大大延缓主食中糖分的吸收。很多控制血糖的人喜欢在早餐燕麦粥里或果昔中加入奇亚籽，这样整餐的升糖冲击会温和许多。而且奇亚籽丰富的纤维还有增强饱腹感的作用，让你不容易饿，也就降低了中断吃高糖零食的概率，一举两得。值得一提的是，奇亚籽还是钙、镁等矿物质的良好来源，对代谢健康有全面的好处。吃法上可以把奇亚籽泡牛奶冷藏，做成奇亚籽布丁，或者拌入色拉、谷物片中。不过也要记住，奇亚籽吸水性强，食用时一定要搭配充足的水分，以免消化不适。每天1-2勺奇亚籽就能为你的控糖食谱增添强力助攻。以上6种食物可谓个个身怀绝技，帮助稳住血糖不冲动。它们有的富含纤维，有的含有特殊的降糖活性物质，有的替代了高 GI 主食的位置，将它们巧妙地融入一日三餐。比如早餐来碗燕麦粥加奇亚籽，午餐配点洋葱炒菜，晚餐喝个苦瓜汤或加根紫薯当主食，饭后来杯淡淡的绿豆汤。日积月累，身体的血糖调节机制会越来越稳定，不妨每天换着花样吃，让味蕾不重样，血糖不失控。说完欧洲，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来一个横向对比。从饮食习惯上看，亚洲人以米饭和精致面食为主食，而欧洲人以面包，尤其是全谷物面包为主食，这本身就有很大区别。以常见的主食 GI 值相比，白米饭、白面条的升糖指数普遍在80左右，甚至更高，而全麦或黑麦面包大约在50到70不等，差异明显。简单来说，一碗白米饭可能让血糖升高得更快更猛，而一片全麦面包释放的葡萄糖则平缓许多。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亚洲饮食就一无是处，东方饮食文化中也有很多值得称道的元素，比如蔬菜种类丰富，豆制品摄入多，烹调用油适量等。但在主食和甜食方面，现代亚洲的确面临一些挑战。过去农耕时代，人们体力消耗大，主食吃得多也能代谢掉，但如今生活方式转向久坐办公，若还是维持高碳水的饮食，顿顿大白米饭、大白馒头，就容易出现热量过剩和血糖问题。此外，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近年来糖尿病高发还有一个因素，加工食品和含糖饮料的摄入增加。比如在某些国家，珍珠奶茶、甜饮料、精致零食在年轻人中大行其道。这些高糖高热的食物让原本以清淡闻名的东方膳食失去了平衡。相比之下，许多欧洲人依然保持饭前来点沙拉，日常喝无糖汽水或茶、水果当甜点的习惯，
隐藏的糖分摄入相对少。再者，亚洲的饮食文化中有时存在劝饭多吃的传统，一餐吃撑吃饱被视为好客或满足，而欧洲更提倡适可而止，留一点余地。这些细节差异都会影响长期的代谢健康。举个典型对比的例子，一位欧洲上班族的午餐可能是全麦三明治夹鸡胸肉和生菜，配一小杯酸奶，而一位亚洲上班族的午餐可能是一大碗盖浇白米饭加上一杯甜饮料。前者这一餐提供了纤维、蛋白、适量碳水，血糖缓慢上升，后者则一下子摄入大量精米和糖分，血糖峰值自然高起。如果这样的模式日复一日，久而久之，亚洲人的胰岛素负担和发胖风险就更高。难怪近年来一些东亚国家的糖尿病患病率反而赶超了西方。当然，每个地区的人种体质和遗传背景也有差别。研究发现，东亚人群在较低的 BMI 身体质量指数下就容易发生2型糖尿病，这意味着亚洲人体内的脂肪分布和胰岛功能特点可能让他们对高碳水饮食更为敏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更需要借鉴欧洲那套碳水管理术，通过增加粗粮杂豆比例，减少精制糖摄入，适当控制总饭量，再加上鼓励日常多活动，亚洲人也完全可以把血糖曲线变得平稳。其实，现在很多亚洲国家也在提倡全谷杂粮饭、均衡膳食宝塔等概念，正是意识到调整传统饮食结构的重要性。总之，欧亚饮食各有千秋，我们并非要完全改变自己祖辈传下的食谱，而是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让传统饮食在现代生活下焕发新活力，为健康服务。最后，我们来聊聊糖尿病前期这个话题，这是很多人容易忽视却非常关键的阶段。糖尿病前期指的是血糖水平高于正常但还未达到糖尿病诊断标准的状态，也就是常说的空腹血糖受损或糖耐量异常。你可能不知道，在我们身边有相当大一部分人正处于糖尿病前期而不自知。比如有调查发现，在某些亚洲国家中，每2人里就可能1人血糖偏高，但尚未确诊糖尿病。糖尿病前期往往没有明显症状，很多人只是体检时发现空腹血糖或餐后血糖略高，这正是一个危险又宝贵的信号。危险在于，如果听之任之，几年内相当比例的糖尿病前期会发展为真正的2型糖尿病。保于这个阶段通过积极的生活方式干预是可以逆转的。饮食管理在糖尿病前期尤为重要，可以说餐桌上的改变就是扭转命运的钥匙。研究表明，通过控制饮食和加强运动，糖尿病前期人群每年大约有一半可以把血糖降回正常水平，大大推迟甚至避免了糖尿病的发生。所以，如果你或家人有血糖偏高迹象，可千万别抱有还没到糖尿病不用管的侥幸心理。恰恰相反，现在就是行动的最佳时机。回顾一下欧洲人的经验和我们列举的稳糖食物，他们对糖尿病前期同样适用。用粗粮杂豆替代部分精白主食，让饭菜多一些天然的蔬果和适量优质蛋白，减少含糖零食和饮料，坚持饭后散步或每周几次锻炼。这些听起来简单的生活习惯，却能给胰岛细胞减负松绑，让血糖重新回到安全范围。有人把糖尿病前期形容为亮黄灯，提醒你前方道路可能有危险，但你还有机会调整路线。只要从现在开始管理饮食和生活，完全可能让黄灯重新转绿，避免进入红灯警戒的糖尿病状态。即便是不幸已经确诊了糖尿病，通过科学饮食管理和药物治疗结合，很多人也一样可以把血糖控制得很好，像普通人一样享受生活。关键就在于长期坚持和科学态度。为什么欧洲人爱吃面包，却糖尿病发生率低？现在我们知道答案并不神秘，那4个原因：聪明的主食选择、均衡的营养搭配、勤奋动起来的生活方式，以及克制自律的饮食习惯，才是背后的真相。同时，我们也找到了6位饮食界的降糖明星，他们是日常厨房中平凡却强大的食材，只要善加利用，就能帮我们牢牢稳住血糖。对于想预防或控制糖尿病的人来说，这些经验都弥足珍贵。健康的生活方式其实是相通的，东方也好，西方也罢，均衡饮食加适量运动加良好习惯，就是防控糖尿病的黄金法则。与其谈糖色变，
不如像欧洲人那样享受食物本身的滋味，同时做自己健康的主人。从今天开始，让我们尝试在米饭里加点豆，在餐桌上添份菜，在闲暇时动动腿，在甜饮料前多些克制。小小改变日积累，终将换来体内大大的不同。愿我们都能吃得开心，动得舒心，活得安心，把血糖控制在理想范围内。到那时，你尽可以放心地对美食说：我爱你，但我更掌控你。健康人生尽在掌握。10多年前，英国一位家庭医生原本准备训斥一名不听话的糖尿病患者。这名患者患有2型糖尿病，按理说应该每日服药控制血糖。然而当他走进诊室时，医生惊讶地发现，这位女士不仅没有吃药，反而通过调整饮食瘦了将近19公斤，血糖值竟然恢复了正常。面对满面红光的病人，这位医生瞠目结舌。他从未想过，不靠药物，光靠吃，竟然能把糖尿病吃回去。这位医生名叫大卫·安温，而他的病人用的正是低碳水化合物饮食。这个出乎意料的成功案例，彻底改变了安温对糖尿病的看法。他原以为2型糖尿病是种只能渐渐恶化、终身服药控制的慢性病，但眼前的事实让他意识到，通过饮食生活方式的改变，糖尿病并非不可逆转。从那以后，安温医生在自己的诊所开始指导更多患者调整饮食，不靠药物来改善血糖。结果令人大为振奋，许多患者的血糖达标了，体重减轻了，有些甚至真正进入了糖尿病缓解状态，再也不需要药物了。时至2025年，像安温这样的英国医生越来越多，他们透过最新研究和临床实践向我们证明了一件事：2型糖尿病可以通过改变吃来逆转。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糖尿病的成因机制、饮食如何影响血糖，并深入介绍3种目前公开且有实证支持的饮食逆转糖尿病方案。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同揭开这场没有药物，只有刀叉与汤匙的健康革命。要了解如何用饮食逆转糖尿病，首先我们得明白糖尿病是怎么一回事儿。简单来说，2型糖尿病就是身体处理葡萄糖、血糖的机制出了问题。正常情况下，我们吃进碳水化合物，比如米饭、面包、糖分，消化后会变成葡萄糖进入血液，此时胰腺会分泌胰岛素，一种让细胞把葡萄糖吃进去的激素，好比开门的钥匙，打开细胞的大门，让血糖进入细胞提供能量，从而降低血液中的糖分。然而在2型糖尿病中，这套机制出了毛病。一方面，身体细胞对胰岛素不灵敏了，俗称胰岛素抵抗，就像钥匙孔生了锈，胰岛素这把钥匙插不进去。另一方面，胰腺产生胰岛素的能力逐渐跟不上需要，等于钥匙数量也不够了。结果就是葡萄糖进不了细胞，在血液中越积越多，血糖浓度居高不下。长期高血糖会对全身造成伤害，可能引发心脏、肾脏、眼睛、神经等一系列并发症。每当医生告诉病人您得了糖尿病，患者往往会担心，以后是不是一辈子离不开药和针了？这正是因为传统观念中2型糖尿病被视为无法治愈、只能控制的慢性病。那么血糖失控的根源是什么呢？除了遗传因素，主要还体重和饮食密切相关。多余的热量，无论是糖还是脂肪，会转化为脂肪囤积在体内，尤其喜欢堆在肝脏和胰腺周围。想象一下，胰脏就像一台制造胰岛素的工厂，如果周围和里面塞满了脂肪，机器零件运转不开，胰岛素产量就会下降。肝脏积累脂肪后，也会向全身释放过多的糖分。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的罗伊·泰勒教授经过多年研究提出了一个双循环假说。他认为2型糖尿病的罪魁祸首其实是体内那一点多出来的脂肪。当一个人体重超过了自己身体能健康负荷的上限时，过剩脂肪首先在肝脏堆积，干扰肝脏对血糖的调节。接着肝脏把多余脂肪送到胰腺，导致胰岛细胞功能受损，胰岛素分泌不足，两方面一叠加，就引发了血糖节节升高的恶性循环。值得注意的是，并非只有肥胖的人才会得2型糖尿病，有些人外表看来不胖也运动，但仍罹患糖尿病，就是因为每个人体内能安全脂肪的个人上限不同。
一些基因因素使得某些人在 BMI 并不高的情况下，肝胰内脏已经藏了过量脂肪，一旦超过个人脂肪耐受限度，哪怕体重看似正常，仍可能出胰岛素抵抗和血糖升高。所以归根结底，2型糖尿病就是身体对能量储存超载发出的警报。再这么吃下去，我撑不住啦。了解了糖尿病的机制，我们再看看饮食如何影响血糖。一句俗话，病从口入，对2型糖尿病来说尤为贴切。饮食既是导致高血糖的直接因素之一，同时也可以成为扭转血糖失衡的强大工具。首先，食物中的碳水化合物、糖类、淀粉类直接决定了饭后血糖的走势。吃下一碗白米饭或一块蛋糕，相当于一下子释放出大量葡萄糖，血糖猝然升高。相反，如果吃的是鱼肉、鸡蛋或绿色蔬菜，因为含糖很少，血糖就不会明显上升。所以我们常说的升糖指数就是不同食物让血糖升高的速度。糖尿病患者的饮食控制最核心的一点就是控制碳水的摄入量和种类，尽量避免精制糖和精细淀粉，如含糖饮料、甜点、白面包等，改用升糖较慢的全谷杂粮和高纤维蔬菜，同时适当增加蛋白质和健康脂肪，让血糖上升得更平缓。管住碳水就如同关小水龙头，让血糖这股水流别冲得太猛。其次是总热量摄入，长期摄入超过身体消耗的热量，我们就会发胖，内脏脂肪也跟着增加。如前所述，这会诱发胰岛素抵抗，使血糖控制变差。因此，管住嘴不仅只控糖，还要控住总热量。很多研究显示，只要体重减轻，特别是减掉肝脏和胰腺周围的脂肪，胰岛素作用就会改善，血糖也会随之下降。哪怕减重 5%、10%， 糖尿病患者的血糖和血脂指标都会明显好转。因此，减重堪称是逆转糖尿病的关键一招。而减重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摄入比消耗更少的热量，也就是少吃。最后，饮食还影响我们体内胰岛素的工作节奏。如果我们从早吃到晚，零食不断，胰岛素就一直处于加班状态，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可能会越来越低，就像长期噪音环境下听力会麻木。相反，如果我们给身体定期休息，一段时间不进食，让胰岛素水准降下来，细胞有机会恢复敏感度，反而有利于降血糖。这就好比人需要睡眠充电，胰岛素系统有时也需要饮食的间歇来调节状态。总而言之，吃什么、怎么吃对血糖的影响极大。正因如此，改变饮食才能对糖尿病产生如此戏剧性的效果。既然食物把我们养出了糖尿病，那么聪明的利用饮食也完全有机会把血糖降回去。下面我们就正式来介绍3种不同的饮食策略，看看医生们是如何用它们来让患者摆脱糖尿病阴影的。方法1：极低热量饮食，用节食减重来拆除糖尿病。第一种方法的关键词是热量，它的原理简单粗暴，大幅度减少每日摄入的热量，逼迫身体动用储备能量，燃烧掉内堆在肝脏和胰腺里的过剩脂肪，从而实现血糖恢复正常。这就是所谓极低热量饮食，通俗点说就是严格节食减肥。听起来有点饿，是不是？事实上，这种方法常常需要将每日总热量控制在800卡路里左右，远低于普通人的日常摄入，基本上等于把身体饿一饿，饿出新生。别小看这招挨饿大法，它可是有扎实的科学根据。还记得前面提到的罗伊·泰勒教授吗？他发现许多接受减重手术、胃绕道等手术的肥胖糖尿病患者，在手术后极短时间内，往往几天内，血糖就恢复正常了。难道手术有什么神奇魔力？泰勒教授深入研究后发现，其实奥秘不在手术本身，而在于手术让病人短期内饮食摄入骤减，身体迅速消耗掉大量内脏脂肪。这启发他去验证，不开刀，只靠严格节食，可不可以同样逆转糖尿病。2011年前后，泰勒教授招募了一批2型糖尿病患者，让他们严格执行为期8周的超低热量食谱，每日仅喝3杯特殊配方奶昔加1盘蔬菜，合计约800大卡，其他不吃任何东西。可以想见，这段日子病人们真是靠毅力在撑，饥饿感肯定会找上门，
好在配方饮品会加点蛋白质和纤维来增加饱腹感，同时需要大量喝水撑住场面。结果非常惊人，很多人短短2个月减掉了大约15公斤体重，随之而来他们空腹血糖降到了正常范围，有的甚至完全停止了糖尿病药物，病情达到了缓解。患者们欣喜若狂，连医生们都感到不可思议，难道真有可能用节食把糖尿病饿死吗？泰勒教授的团队用核磁共振扫描证实了原理，这些患者肝脏中的脂肪含量大幅下降，胰腺内的脂肪也减少了，胰岛贝塔细胞功能得到恢复，胰岛素分泌增强，于是血糖控制重回正轨。这项开创性的研究首次证明了2型糖尿病其实是可以逆转的，只要减重够多、够快，把关键器官里的脂肪减下去就行。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个发现，英国随后展开了一项更大型的临床试验，名为 DIRECT 研究。在2017年前后，来自英国初级医疗的近300名2型糖尿病患者参与了试验。一组患者接受传统的糖尿病药物治疗和饮食建议作为对照，另一组则在医护指导下采用全餐代餐形式的极低热量饮食，连续3个月，每天只摄入约850卡路里，喝特制奶昔、浓汤作为全部餐食，期间所有降糖药和降压药都停掉，之后再逐步恢复正常健康饮食并保持体重。结果显示，极低热量组患者平均体重减轻了10多公斤，1年后有将近一半的人糖尿病达到缓解，血糖恢复正常且无需服药，2年后仍有超过1/3的人维持缓解状态。反观对照组，缓解率只有区不到 5%， 这意味着大幅减肥带来的里程碑式成果并非昙花一现，多数患者在1年内成功甩掉糖尿病，而且效果可维持至少几年。在随访5年时，大约仍有 13% 的受试者保持无需用药的正常血糖，尽管部分人后来体重反弹导致病情复发。试验中有趣的一点是，那些成功逆转糖尿病的患者几乎都减去了最初体重的至少15公斤。这再次印证了泰勒教授的观点，对于大多数2型糖尿病患者来说，减重15公斤左右往往就是那个让胰脏重获新生的转折点。如果起病时体重并不高，可能需要减掉体重的 10% 左右才行。现在这套奶昔瘦身疗法已经不只是实验室里的新鲜事，在英国，医生们开始把它应用到临床。2020年，英格兰国民医疗服务体系 NHS 推出了一个称为汤品和奶昔减重计划的试点专案，专门针对2型糖尿病患者提供为期1-2周的全餐代餐低热量饮食干预。结果同样令人鼓舞，平均每个参与者1年减去了10多公斤体重，其中约1/3的人在1年后达到糖尿病缓解，血糖正常，无需用药。看到这样的成绩，英国已在近年把这个计划推广到全国更多地区，希望帮助更多患者扭转病情。可以说，极低热量饮食已经从实验研究走向了现实医疗，成为逆转糖尿病的一把利器。不过我们也要坦率地说，这种方法挑战不小。首先，执行起来难度很高，每天只喝几杯代餐、奶昔和吃点蔬菜，对大多数人而言都是意志力的考验，饥饿感肯定会找上门。好在配方饮品会加蛋白质和纤维来增加饱腹感，也需要大量喝水撑住场面。其次，极低热量饮食一般建议在医生或营养师监督下进行，确保营养摄入均衡，并及时调整降糖药剂量，因为血糖会快速改善。最后，最难的是减肥易，维持难。不少患者减重成功后，随着恢复普通饮食，体重又悄悄回来了一些，糖尿病症状也可能卷土重来。所以这种方法的长期效果取决于后续能否维持体重。不过，即使未能完全逆转病情，减掉的体重也让血糖和健康状况比以前好了许多。一些患者会选择隔一段时间再来一轮短期低热量方案，以帮助保持成果。极低热量饮食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对付因吃太多导致的糖尿病，就用少吃来治。通过一段时间热量断供，身体会启动自我修复机制，把多余的脂肪燃烧掉，胰脏和肝脏轻装上阵，恢复工作能力，血糖也就降下来了。它有点像给身体按下了一个重置键。当然，这个过程并不轻松，但胜在见效快，医学证据扎实。
对那些动了手术念头或者药物控制不佳的患者来说，严格节食是一条值得尝试的道路。毕竟，短短几周的苦行僧生活，换来的可能是糖尿病多年缠身的解除，听起来还是很值得的。英国有患者笑称，我只是暂时把美食换成了奶昔，却换回了我的健康。这或许就是对极低热量疗法最生动的注脚。方法2：低碳水化合物饮食。换种吃法也能逆转糖尿病。如果说极低热量饮食靠的是吃的少，那第二种方法靠的就是吃的巧。它并不强求严格限制总热量，而是重点针对导致血糖升高的元凶——碳水化合物。这就是如今广为人知的低碳水化合物饮食，其中极端的一种又称生酮饮食。简单理解，少吃碳水，多吃蛋白质和脂肪，把主食和糖分降到最低，让身体改用脂肪来供能。因为摄入的碳水很少，饭后血糖不会飙升，胰岛素需求随之降低，而身体在缺乏碳水、葡萄糖的情况下会进入燃脂模式，帮助减重，一来一回就能改善胰岛素抵抗并降低血糖。打个比方，低碳饮食有点像从源头关闭了血糖的水龙头，同时打开脂肪燃烧的引擎。低碳饮食早在20世纪初就被用来治疗糖尿病。在胰岛素没被发现的年代，控制碳水是当时唯一的手段。近些年来，随着对高碳水现代饮食的反思，低碳饮食重新受到关注。大卫·安温医生的故事我们开头已经提到，其实就是病人自己先尝到了低碳的甜头，倒过来教会了医生。安温从那以后成了低碳饮食逆转糖尿病的积极倡导者。他在诊所给许多2型糖尿病和前期患者开出少吃碳水的处方，患者们的反响非常好。统计显示，在遵循低碳饮食的100多位患者中，有1半左右达到了无需药物 HbA1c 恢复正常的状态。特别是那些新近诊断病程不到1年的患者，有高达 77% 在饮食调整后实现了糖尿病缓解。安温医生所在诊所因为药物处方骤减，光糖尿病药费每年就节省了数万英镑，连 NHS 官方都对他刮目相看。他本人也因此荣获英国年度一般科医生奖项，成为低糖医生的旗手人物之一。安温医生常拿自己的病例分享，有患者原本注射胰岛素多年，饮食改变后瘦了10几公斤，不到1年胰岛素居然停掉了。还有70多岁的老人，糖尿病史20年，一样通过改变饮食成功摆脱了药物。听起来像奇迹，但背后其实有理可循。究竟低碳饮食有何魔力？所谓低碳水化合物饮食，一般是指每天将净碳水摄入量控制在较低水平。对于逆转糖尿病，通常需要比较严格的低碳甚至生酮状态。例如，每天碳水控制在不超过50克净碳水，不含纤维的碳水左右。有些方案更严格，只给20克上下。这样几天后，身体就会进入酮症燃脂模式。也有较宽松的低碳饮食，如每日碳水100克以内，同样对血糖有益。重点是相比一般人动辄300克以上的碳水摄入，大幅度减少碳水。那吃啥呢？低碳并不意味着挨饿，热量可以来自蛋白质和脂肪。于是你的餐盘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主食比例大大缩减，取而代之的是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各类肉类、鱼虾、海鲜、蛋类、豆制品和天然健康脂肪，如牛油果、坚果、橄榄油，再搭配绿色蔬菜等低淀粉蔬菜。比如早餐不再是面包、牛奶，而是煎蛋、培根、牛油果；午餐、晚餐不碰米饭、面条，多吃1块肉配1盘沙拉。水果也选择含糖较低的莓果类，避免含糖高的香蕉、西瓜等。简言之，就是挑那些不太让血糖升高的东西来吃，把会大幅升糖的食物，糖、面食、米饭、土豆等淀粉尽量拒之门外。由于蛋白质和脂肪更能产生饱腹感，很多人发现低碳饮食下食欲会自动下降，不知不觉就吃少了，这又进一步促进了体重下降。更妙的是，低碳饮食让胰岛素分泌处于较低水平，身体处于燃烧脂肪模式，因此腰腹部的赘肉往往减得很明显，肝胰的脂肪也会同步减少。从改善机制看，低碳饮食和极低热量饮食有异曲同工之妙，一个是少吃一点，
一个是少吃一类碳水，两者最终都能达到减重降糖的目的。科学研究对低碳饮食逆转糖尿病的效果也给出了有力支持。美国 Verta 公司与印第安纳大学合作的一项为期2年的研究中，将约350名2型糖尿病患者分成2组，一组接受常规糖尿病护理，另一组采用严格的生酮饮食并有健康指导。结果生酮组中有 60% 原本需要注射胰岛素的患者停用了胰岛素，总体约一半人在1年后达到糖尿病缓解或逆转，2年后仍有将近40%保持缓解，而对照组只有1%左右的人达到缓解，和英国 Direct 研究的效果不相上下。更长远的观察发现，许多遵循低碳饮食的患者不仅血糖降了，血压、甘油三酯等心血管风险指标也改善了。难怪近年主流糖尿病机构开始承认低碳饮食的价值。美国糖尿病协会在2019年将低碳生酮列为糖尿病营养治疗的一种可选方案。英国糖尿病协会也越来越多地讨论低碳饮食的益处，毕竟证据摆在眼前，不吃米面糖也许比吃几片药更管用。对很多患者来说，这种改动饮食习惯的方法具有可持续性，因为他们照样能吃饱吃好，只是换了食物种类，没有饥饿感的折磨，相对容易长期坚持。当然，低碳饮食也并非没有争议，一些人担心长期高脂肪摄入会不会对心血管有害，或可能导致营养失衡。尤其极低碳的生酮饮食，维生素纤维摄入不足，需要精心安排菜谱，并适当补充营养。另外，刚开始实行低碳饮食，有的人会出现生酮流感的不适症状，头晕、乏力、口干等，但通常1-2周内可缓解，多喝水和补电解质能顺利过渡。还需提醒的是，如果正在服用降糖药或注射胰岛素，开始低碳饮食前应咨询医生并调整药量，因为血糖会明显降低，药量过多反而有低血糖风险。总的来说，低碳饮食对逆转糖尿病是安全且有效的，前提是科学实施并因人而异。如果同时能兼顾均衡营养，如多摄入蔬菜、适量水果、坚果来补充微量元素，低碳饮食可以成为一种长期健康饮食模式。很多人戒掉甜食和精白主食后，反而感到精力更好，肚子更小，甚至口味变清淡了。有人打趣说，糖尿病逼着我戒糖，结果一不留神还戒出了6块腹肌，这真是低碳饮食带来的意外惊喜。方法3，间歇性断食，给身体放空的魔力。第3种方法关注的不是吃什么，而是什么时候吃，它就是近年风靡全球的间歇性断食。乍一听断食，不少人会吓一跳，不是吧？还要挨饿？其实和极低热量饮食那种连续节食不同，间歇性断食讲究的是有规律的进食与进食交替，即在特定的时间段里吃东西，其他时候完全不摄入热量，可以喝水或无糖饮品。常见的做法有日常限时进食，如16.8分，即一天中进食16小时，8小时窗口内进食，或周期性断食，如5.2分饮食法，即每周5天正常吃，2天严格控制在500到600大卡左右。也有人采取隔日断食或更长时间的断食模式。对于逆转糖尿病而言，目前应用广、研究也较多的是16.8分每日限时进食和5.2分这种部分断食的方法。间歇性断食为什么有助于糖尿病？原因与胰岛素的工作节律有关。当你空腹一段较长时间，血糖会逐渐下降，胰岛素水平同步降低。低胰岛素状态下，身体开始动员肝脏的糖原和脂肪细胞的脂肪酸来供能，即开始烧脂肪，包括脏器周围的脂肪。原理和极低热量饮食有点类似，只不过间歇性断食不是每天都饿，而是在特定时段不吃，其他时段正常吃。靠这种周期性开关，既给了身体燃烧脂肪、修复胰岛素敏感度的时间，又不会让你一直被饥饿困扰。长期下来，很多人发现间歇性断食确实能带来明显的体重下降和腰围缩小，而在允许进食的那段时间，只要选择健康食物，不过度暴食，就不会有太大压力。对血糖而言，断食时段等于给胰岛贝塔细胞放个假，大大减轻胰岛素分泌的负担。而进食时段若能避免精制糖和高升糖物，
饭后血糖也不会飙高。如此双管齐下，胰岛素抵抗得以改善，胰腺功能得以休养，血糖就稳步向好。英国医生迈克尔·莫斯利是将间歇性断食带入大众视野的重要推手之一。莫斯利原本是一名医生兼电视记者，大约在2012年，他发现自己的血糖已经接近糖尿病水平。为了避免走上长期吃药之路，他开始寻找饮食干预方法，最终接触到当时还算新兴的间歇性断食。与营养学者合作后，莫斯利设计并亲身实践了5.2分断食法，每周2天将热量限制到600大卡左右，另5天则正常饮食但不胡吃海塞。短短8周里，他减下约9公斤体重，腰围变细，血糖从糖尿病边缘降回正常范围，成功逆转了自己的糖尿病前期。此后，莫斯利便在媒体公开5.2分法的原理与成果，引起轰动。后来他把经验写进《血糖、饮食》等畅销书，继续宣传间歇性断食如何帮助逆转2型糖尿病。如今在英国，一提到间歇性断食，莫斯利医生的名字总是绕不开。当然，科学讲究实证，最初传统医学界对断食疗法也颇感疑虑，但近年来不断有研究为其背书。最新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的一项研究就显示了5.2分饮食对糖尿病的潜力。在为期16周的对照试验中，受试者分组使用不同药物或5.2分断食法，断食组的血糖和体重改善效果竟然比部分药物组更佳。还有其他一些临床数据和案例报告也显示，间歇性断食可以明显帮助糖尿病患者减轻体重、降低血糖，甚至部分人能够停药保持正常血糖达1年以上。对于那些病龄较长、常规药物控制欠佳的患者，也并非没有机会看到惊喜。实践中，不少糖尿病患者认为间歇性断食操作较灵活。例如 16.8 分，你可以选择跳过早餐，只吃午晚2餐，也可以晚餐时间提前，晚上不再进食。5.2分法则更轻松，每周只有2天要严苛控制。有人甚至把间歇性断食和低碳饮食结合起来，非进食时段燃脂，进食时段少吃碳水来防血糖大波动，效果更佳。当然，要提醒大家，断食必须量力而行，讲究科学，别盲目长时间不进食造成低血糖或其他风险。若你正在用胰岛素或口服降糖药，最好事先咨询医生调药，以免血糖过低。一般来说，从日常限时进食开始，慢慢适应，再尝试更严格的断食模式也不迟。只要方法得当，间歇性断食不仅有助降糖减重，还可能带来抗炎、改善代谢等多重健康益处，是一举多得的生活方式升级。不少人还指出，这种周期性饥饿进食的节奏其实与人类祖先长期狩猎采集、不稳定进食的历史相吻合，身体并不陌生，反而会启动许多深藏的自愈机制。总结3种方法后，你可能已发现一个共同的秘密：无论是极低热量饮食、低碳水化合物饮食，还是间歇性断食，他们的目标其实如出一辙：减轻体重，改善胰岛素功能，从而降低血糖。换言之，通过改造吃来减轻或拆除糖尿病的根源压力、胰岛素抵抗和胰腺负担。以前我们总说糖尿病是富贵病，那么对付它的妙招也许就是先苦一点，瘦一点。英国医生们的研究和实践证明，与其依赖药物，不如花几周或几个月改变饮食，收获的好处可能不只是减药那么简单，有时甚至能迎来真正的逆转。想象一下，不再天天惦记药盒、针头，血糖复查也一次比一次稳定，这种摆脱束缚的感觉岂不妙哉？当然，我们也要理性认识逆转这个概念，更准确的说法是，通过饮食干预所达到的糖尿病缓解是一种可控的恢复，而非完全治愈。只要持续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血糖可以长期维持在正常水平。但如果体重反弹，重回不良饮食习惯，糖尿病依然可能卷土重来。因此，逆转并不意味着可以彻底高枕无忧，反而说明今后更要对身体负责。好在许多成功逆转的患者表示，当他们真正感受到不吃药的轻松和健康的愉悦，反倒更愿意持续努力，不想再回到糖尿病的泥潭。有人担心，我糖尿病已经好多年，现在还能逆转吗？其实，
只要你下定决心，永远不嫌晚。研究显示，哪怕糖尿病病程超过10年，也并非完全没有逆转的可能。即便不能完全缓解，大幅减轻体重也足以显著改善血糖和并发症风险。当然，越早行动，往往越容易见到明显成效。对于那些正处在糖尿病前期的人来说，更是大有可为。饮食改造、体重管理，也许就能把血糖从临界点拉回正常，在它变成真糖尿病前，成功扭转乾坤。未来可能还会出现更多花样的饮食模式，被证实对糖尿病有益。但不管怎么演变，最核心的理念就是将主动权交还给我们自己。英国医生们已用实战证明这条路是可行的，越来越多患者也在亲身体验这种惊喜。或许再过一些年，我们回头看2020年代，会把它称作糖尿病治疗理念的重大转折期，从只能用药物控进化到先用生活逆转。那时，糖尿病无法逆转这句话将被彻底颠覆。每个人都能在3餐里发现改变命运的力量。你的食物就是你的药，听上去像古老的谚语，如今却在现代医学中得到验证。最后，想对所有正与糖尿病斗争的朋友说，不必灰心，更不用认定只能依赖药物。也许开始时的饮食调整让你觉得不易，但当你看到体重秤上数字下降，感受到血糖渐渐平稳，体会到身体变轻松的好处，就会发现自己开启了全新的篇章。无药而愈或许并非神话，你的厨房就藏着神奇的处方，你的刀叉和汤匙就能带你走向逆转的坦途。愿我们都能借由这场由英伦刮起的饮食革命，把糖尿病一口一口地吃走，迎接更自在、更甜蜜的未来。糖尿病，一个听起来让人不寒而栗的现代文明病。许多中老年人一旦被诊断出糖尿病，仿佛被判了终身监禁，每天不是吃药就是打胰岛素，饭桌上更是郁郁寡欢，什么好吃的都不敢碰。然而最新的研究发现，糖尿病并非毫无转机。有医生直言，只要平时爱吃4种特殊的食物，即使活到99岁，血糖都能稳稳当当，不再轻易高。听起来不可思议吧？更遗憾的是，许多老年朋友还不知道这件事。今天我们就来揭开这个糖尿病救星的秘密，看看是哪4种食物如此神奇，以及它们背后科学依据。看完记得赶紧告诉家中的长辈，让他们也吃起来吧。要了解为什么某些食物能稳定血糖，我们先简单回顾糖尿病是怎么回事。糖尿病其实不只是血糖高那么简单。正常情况下，我们吃下食物后，碳水化合物会转化为葡萄糖进入血液，胰脏分泌胰岛素，帮助把葡萄糖送进细胞，供身体当燃料使用。但在糖尿病患者身上，这个机制出了问题，要么胰岛素分泌不足，要么细胞对胰岛素不敏感。这种现象也被称为胰岛素抵抗。结果就是葡萄糖进不去细胞，在血液中越积越多，血糖值节节攀升。血糖长期过高会对全身造成损害，好比浓糖浆在血管里流窜，时间长了会黏坏身体各个器官。最明显的危害包括眼睛视网膜病变可能导致失明，肾脏过劳引起肾衰竭，神经受损导致手脚麻木，还有心脏病、中风的风险大增。更令人闻风丧胆的是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例如糖尿病足。所谓糖尿病足，就是因为足部血液循环不良导致伤口溃烂，久不愈合，严重时甚至需要截肢。简而言之，糖尿病若控制不好，不仅影响生活品质，还可能危及生命。因此，所有糖友和家人都十分害怕血糖飙高这件事。幸运的是，糖尿病虽可怕，并非完全无计可施。医生和营养师一再强调，控制血糖的关键在于良好的生活方式，其中饮食调理最为重要。那么控糖饮食有什么基本原则呢？总之就是要做到少甜少白，多鲜多彩。少甜，远离含糖饮料和甜食点心，因为直接摄入大量精制糖，血糖肯定蹭蹭往上窜。想解馋，可以用天然甜味的水果，当然也要适量，来代替蛋糕饼干。少白，这里指少吃白色精致淀粉类食物，比如白米饭、白面条、白面包。这些精致主食缺乏纤维，消化吸收太快，容易让血糖短时间内飙高。可别以为饭菜不甜就没糖，白米饭虽然吃起来不甜，但分解后产生的葡萄糖一点也不少。对糖尿病人来说，
一个大白馒头可能比一小勺白糖还让血糖升高呢。多铅，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例如全谷杂粮，如燕麦、糙米、小米等，以及豆类、各种蔬菜等。纤维就像海绵，能延缓糖分的吸收，避免餐后血糖骤升。而且高纤饮食有助控制体重，体重下降了，血糖也会跟着更稳定。多彩，确保餐盘上有彩虹般的各色蔬菜水果，深绿色、红色、橘色、紫色等不同颜色的蔬果富含各种维生素和植化素，对身体有保护作用。比如深绿色的菠菜、西兰花富含镁和铬，有助提升胰岛素作用；红色的番茄、草莓含有茄红素、花青素等抗氧化物质，有助减轻炎症。当然，水果也要控制分量，尽量选择糖分较低的品种，例如莓果、奇异果，而不是含糖极高的榴莲、葡萄干。均衡适量，除了以上少什么多什么，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要定时定量，均衡营养。每餐定时适量，不暴饮暴食，也不随意饿肚子。碳水、蛋白质、健康脂肪搭配均衡。蛋白质如鱼肉、蛋类、豆制品，还有适量的健康脂肪如坚果、橄榄油，可以减缓碳水的吸收速度，也有利于长时间维持饱腹感，这对控糖大有帮助。掌握了这些原则，糖尿病患者的餐桌其实也可以丰富又美味，不一定非得清汤寡水。当然，大家最期待的还是揭晓今天的重头戏，到底是哪4种食物这么神奇，连医生都说吃了血糖不会升高呢？好了，现在揭晓今天的主角，4种对稳定血糖特别有帮助的食物，它们背后都有科学研究撑腰，长期食用有望让血糖保持平稳。我们一一来介绍，看看您是否经常吃，或者是不是第一次听说。提到纳豆，很多人脑海浮现的是那黏黏稠稠、有特殊气味的日本传统早餐，但别小看这不起眼的发酵黄豆，纳豆其实是名副其实的降糖能手。纳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膳食纤维，本身几乎不含糖分，而且含有多种对控糖有益的营养，例如大豆异黄酮、维生素 K2， 以及发酵过程中产生的纳豆激酶和伽马聚谷氨酸等活性物质。科学研究发现，纳豆中特有的伽马聚谷氨酸可以抑制餐后血糖的上升，让吃完饭后血糖不会冲得太高太快。同时，纳豆丰富的益生菌有益肠道健康，改善肠道菌群，也有助于提升身体代谢和胰岛素敏感性。日本有项小型实验，让受试者早餐搭配高伽马聚谷氨酸含量的纳豆，结果发现，相比不吃纳豆时，同样餐食下受试者的餐后血糖上升幅度明显降低，胰岛素分泌反应也更加平缓。难怪有人戏称，日本人长寿的秘密之一就是每天一盒纳豆。对于糖尿病人或血糖偏高的人来说，纳豆完全可以成为餐桌上的常驻嘉宾。吃纳豆的方法也很简单，您可以把纳豆搅拌后淋在热腾腾的糙米饭上，加点葱花和酱油调味，也可以将纳豆拌入沙拉或搭配全麦饼干当做健康小点儿。如果刚开始不习惯纳豆的味道，可以少量多次尝试，慢慢培养出对它的接受度。一旦习惯了，您可能会爱上这独特的风味，而且您的血糖也会默默感谢您。接下来登场的是近年来风靡全球的超级谷物藜麦。藜麦原产于南美安第斯山区，被誉为谷物之母。联合国甚至将2013年定为国际藜麦年，用以推广藜麦的种植，可见其营养价值备受肯定。藜麦长得像小小的圆粒，但用途上可当作主食谷物。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升糖指数低，相比白米饭等传统主食，吃同等碳水化合物含量的藜麦，餐后血糖上升的更慢更少。这是因为藜麦富含膳食纤维和蛋白质，消化速度较慢，不会让血糖蹦极。有研究针对一群老年前糖尿病高风险人群进行实验，让他们用藜麦取代部分精白米饭，结果显示，食用藜麦的一组，餐后血糖和糖化血色素这一长期血糖控制的指标都有所改善，患糖尿病的风险也降低了。除了低升糖，藜麦的营养也很丰富，它含有人体必需的多种氨基酸，是少见的全蛋白质谷物，还富含镁、钾、锌等矿物质和维生素 E、B 族维生素。对糖尿病患者而言，藜麦不仅能当饭吃，
还能补充微量营养，帮助改善代谢健康。在日常烹调中，可以用藜麦煮粥，或者像大米一样煮饭，可以单独煮或与白米混合一起煮，还能用藜麦制作炒饭，甚至把煮熟的藜麦拌入沙拉，做成藜麦蔬菜饭团。口感方面，藜麦略带坚果香，且有点 Q 弹。许多老人家一开始不知道它是什么，吃完都惊讶，这米怎么有点弹牙，而且还挺香呢。如果您家里有糖友长辈，不妨尝试让他们用藜麦替换一部分白米饭，相信坚持一段时间后会看到血糖管理的惊喜变化。第3号选手是一种物美价廉的寻常食材，没错，说的就是海带。海带在营养学界可是大名鼎鼎，被称为海上蔬菜，含有丰富的可溶性膳食纤维以及独特的海藻多糖。研究指出，海带中的多糖物质，如褐藻多糖和盐藻多糖，具有降血糖、降血脂的作用。一方面，这些物质在肠道中形成粘稠的胶质，减缓糖分和脂肪的吸收速度。另一方面，科学家发现海带中的某些活性成分能促进胰岛素分泌，提高细胞对葡萄糖的利用效率。换句话说，常吃海带有助于让血糖更快被细胞吃掉，不在血液中积聚。除了控糖，海带还富含碘、钙、铁等矿物质，对预防甲状腺疾病、骨质疏松、贫血等都有好处，可谓一举多得。不过需要提醒的是，海带含碘量较高，甲状腺功能亢进的患者和孕妇不宜过量食用。一周吃1-2次适量的海带问题不大，但不要天天每餐都大量吃。对一般中老年人而言，海带是价廉味美的保健食材，无论凉拌海带丝、海带煲汤还是海带炖肉，都非常适合糖尿病患者作为日常菜肴。想象一下，一碗热气腾腾的海带排骨汤，既暖胃又稳糖，喝汤的同时把软烂入味的海带吃下肚，既享受了美味又获得了控糖益处，何乐而不为呢？最后压轴登场的是一种喝的而非吃的东西，同样值得推荐给糖友们，它就是桑叶茶。桑叶就是桑树的叶子，古时候用来养蚕，因此过去常被视为不起眼的农业副产品。殊不知，在传统中医药里，桑叶早就是有名的天然降糖药材，是治疗消渴症的常用药方之一。所谓消渴症，就是古代对糖尿病的称呼。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了桑叶的降糖功效。桑叶中含有一种特殊成分，叫脱氧野绦霉素，简称 DNJ。这种物质能抑制小肠对糖分的吸收。简单来说，饭后喝点桑叶茶，可以让部分淀粉没那么快转化成葡萄糖被人体吸收，从而减缓餐后血糖上升幅度。此外，桑叶还富含多种黄酮类和生物碱等活性物质，具有抗氧化和抗炎作用。长期饮用对预防糖尿病的一些并发症也有潜在益处，比如可以减少心血管病变、视网膜病变的风险。有研究让2型糖尿病患者每天饮用一定剂量的桑叶提取物泡茶，数周后发现他们的空腹血糖和糖化血色素都有所下降，可见桑叶对稳定血糖确实有效。不仅如此，桑叶茶还有助于控制体重和调节血脂，对于同时患有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这3高问题的人群，它也有不错的辅助改善作用。饮用方面，干燥的桑叶可以像泡茶一样用开水冲泡，焖5到10分钟后饮用。茶汤清香淡雅，略带一点植物的甘苦，但多喝几次就能品出清甜的回味。市面上也有现成的桑叶茶包，或者与其他花草搭配的养生茶包，喝起来更加方便。需要注意的是，桑叶性偏寒凉，体质虚寒或者肠胃不好的人不要空腹大量饮用，最好饭后再喝，而且一开始先泡得淡一点，让身体适应。总的来说，桑叶茶是糖友们日常养生的一把好手。老一辈中许多人或许不知道这号天然降糖茶，现在了解了，不妨也试试看。介绍完了食疗法宝，咱们再聊聊给中老年朋友的一些提醒和建议。首先，心态很重要，得了糖尿病不用过度恐慌，也不要自暴自弃。正如前面所说，通过饮食调节和生活习惯的改善，很多糖尿病患者完全可以把血糖控制得稳稳的，甚至接近正常人。现代医学已有许多成功案例，
一些患者通过严格的饮食管理和坚持运动，体重减轻了，血糖指标大幅下降，甚至暂时摆脱了药物。这就是所谓的糖尿病缓解，也有人称之为逆转。所以中老年朋友千万别以为自己年纪大就没戏了，只要开始改变，任何时候都不晚。其次，在日常生活中要养成良好的习惯，除了我们强调的均衡饮食、选对食物外，规律运动、充足睡眠和情绪管理也很关键。运动被称为隐形的降糖药，因为肌肉活动时会大量消耗血糖，不需要胰岛素帮忙也能把葡萄糖拉进细胞。中老年人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运动，比如饭后散步、打太极拳、跳广场舞，或者每周几次适度的游泳、快走等有氧运动，同时配合一些简单的力量训练，增强肌肉含量，让身体对胰岛素更敏感。俗话说得好，动一动，少吃药，每天动一动，胜过旁人吃几片药。再次，定期监测和就医也不可少。血糖仪在家自测血糖是必备的工具，特别是刚开始调整饮食和生活方式时，可以更频繁地测量空腹和餐后血糖，观察自己吃了哪些食物后血糖控制得好，哪些食物容易让血糖飙升，做到心中有数。另外，每隔3个月应到医院检查一次糖化血色素，了解长期控制情况。不要因为觉得麻烦就忽视检查，身体任何微小的变化都值得警惕。比如前面提到的足部症状，如果出现伤口愈合慢、麻木、皮肤颜色改变等，一定要及早就医处理，以免小问题拖成大问题。最后，饮食控糖是长期的功课。今天我们推荐的这4种食物，纳豆、藜麦、海带、桑叶茶，并不是灵丹妙药，吃了它们并不代表就此万事大吉，可以大鱼大肉任意来。它们的作用更多是保驾护航，帮助我们在日常饮食中更轻松地稳定血糖。该注意的总量控制还是得注意，药物治疗也不能擅自停止。不过当您把好的生活习惯坚持下去，慢慢的也许就真的能减少药物剂量，甚至在医生指导下停药，靠饮食和运动就把血糖照顾好。到那时，您会发现糖尿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掌握主动权，健康享100岁。新研究带来的好消息是，糖尿病并非绝症，只要找对方法，我们完全可以跟它和平共处。饮食上稍作调整，特别是善用以上提到的4种食物，再配合良好的生活习惯，血糖高也能被我们牢牢踩在脚下，不再任它肆虐。试想，到了99岁高寿之年，您依然精神矍铄，品尝着可口的饭菜，血糖仪上的数字稳定如山，这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打造的未来。健康长寿从来不是命中注定，而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从今天开始，邀请您和家中的长辈一起踏上控糖养生之路，爱上那盘纳豆，尝试一碗藜麦饭，经常吃点海带，泡上一壶桑叶茶。一开始可能只是为了控血糖，最后却会发现整个身体都在悄悄变好。与此同时，要保持乐观开朗的心情，多和家人朋友分享健康资讯，分享生活乐趣。良好的心态本身也是最好的长寿药。希望这篇分享能给您带来信心和实用的建议，让我们一起把健康的主动权握在手中，别再让糖尿病吓倒。我们要做自己健康的主人，努力活到99岁，依然血糖稳稳，笑口常开。看完之后，别忘了把这份健康秘诀告诉您关心的人，让大家一起受益。就让我们从现在开始行动，为了更好的明天，一起加油。许多人认为糖尿病患者必须远离水果，以免摄入过多糖分。其实，水果中虽然含有天然果糖和葡萄糖，但搭配丰富的膳食纤维、维生素和抗氧化物，其整体效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友好得多。换句话说，只要选对水果，控制好分量，糖尿病患者也可以吃水果，而且还能从中获益。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一些基础概念。水果中的糖主要有葡萄糖和果糖2种。葡萄糖就像高速奔跑的列车，直接推高血糖；果糖则需要在肝脏里慢慢加工后才会变成血糖，就像多走了一段转运的路程。更妙的是，水果中丰富的膳食纤维就像血糖上升路上的红绿灯，能够减缓糖分进入血液的速度。
学术界常用升糖指数来衡量食物对血糖的影响。升糖指数数值越低，意味着吃下去血糖上升的越慢。在各种水果中，那些升糖指数偏低、水分多、纤维丰富的水果，就像是糖尿病患者的亲密伙伴，它们能让甜蜜也缓一缓，保护血糖不至于失控。在饮食中，除了关注升糖指数，还要注意水果的含糖量和食用时机。一般来说，含糖量低的新鲜水果更安全，比如西瓜、柚子、草莓等都含糖量不高，但千万要记住，即使是低糖水果，吃多了也会让血糖上扬。合理的吃法是把水果当作2餐之间的点心食用，这样既能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又不至于在正餐后血糖再次飙高。综上所述，我们不必害怕水果的甜味，把眼光放远一些，多了解水果营养的奥秘，才能让它们真正成为糖尿病饮食中的好伙伴。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看对糖尿病患者最友好的10大水果都有哪些宝藏本领吧。1. 草莓，甜美小红宝。草莓这位甜美的小红精灵，可不仅仅是视觉的享受，它那鲜艳的红衣裳和小巧的心形造型，总能让人一见倾心。对于糖尿病患者而言，草莓有2大神技能。一方面，草莓的升糖指数非常低，在60以下，一般在25左右，也就是说，吃下去血糖升高的很温和，不会引发大幅度飙升。另一方面，它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 C， 就像血糖路上的红绿灯和营养加油站。膳食纤维能够延缓果糖和葡萄糖的吸收，让血糖上升更慢。维生素 C 和花青素等抗氧化物质则保护血管，减少高血糖带来的损伤。想象一下，一碗满满的草莓不仅味道诱人，还像给身体装了多重保险，甜味被纤维温柔牵制，还能补充维 C， 堪称糖尿病人的红色安心盾牌。更棒的是，草莓热量很低，每100克只有32千卡，可以放心享用。科学研究还发现，草莓中的天然化合物能够提高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从而更好地调节血糖水平。生活中，草莓也常常扮演着小零食、甜点的角色，比如夏日里来一杯草莓冰沙，用草莓和酸奶打成果昔，清凉美味。冬天来点草莓果酱，涂在全麦面包上，既满足了对甜味的渴望，又不会担心血糖剧烈飙升。当然，食用草莓也有小贴士，一定要选鲜嫩的草莓，避免进糖和蜜饯加工过的产品，同时注意控制分量。每天吃上6到8颗，大约1小碗，已经很足够，既能满足对甜的欲望，还能稳稳护住血糖。营养师建议，吃草莓时可以搭配希腊酸奶和坚果一起食用，这样血糖上升更缓，也更稳。总之，下次看到红彤彤的草莓，不妨大胆享受，把甜蜜当作营养补给，让自己和血糖都甜蜜稳定。2. 苹果，心动脆片。提到糖尿病友好的水果，怎么能忘了国民水果苹果呢？这位红白相间的果中贵族，不仅历史悠久，更是营养均衡的代表。苹果的甜味并不是单纯的葡萄糖狂奔，而是富含大量果糖和果胶。苹果中果糖占比很高，这就好比给血糖上了一把刹车，让升糖速度不再狂飙。同时，果胶和纤维就像额外的缓冲带，使得能量释放更平稳。更妙的是，苹果中的果胶还能在肠道里形成凝胶，帮助拖慢糖分吸收，就像甜蜜版的减速带。就这样，一个苹果让血糖曲线像坐缓缓起伏的小火车，而不是飙车赛道。苹果还有诸多健康锦囊，它每100克热量仅有52大卡，并富含维生素 C、钾元素和多种植物化合物。有研究指出，苹果中的多酚类物质可以改善心血管健康，降低炎症，甚至帮助控制体重。生活中，无论是脆爽的红富士，还是清香的青苹果，都是不错的选择。比如早餐吃一个苹果，当做脆片小零食，既满足了口感，又能补充营养。午后一根苹果搭配酸奶，就是简单便捷的血糖稳定剂。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重量约150克，含有4克左右的膳食纤维。这意味着在享受甜脆口感的同时，也获得了饱腹感和血糖缓释的好处。
当然，吃苹果时要连皮一起食用，因为果皮和果肉里都含有宝贵的纤维。需要提醒的是，尽量避免喝果汁或吃加工果酱，否则方便食用的同时也削弱了纤维护栏，让血糖上升更快。总的来说，甜美的苹果是糖尿病患者餐桌上的贴心甜心友，吃起来安心又满足。3. 猕猴桃，奇异果，果中牛奶。猕猴桃长得毛茸茸，看起来有点外星风范，可它是糖尿病患者的宝藏水果之一。猕猴桃的营养素堪称多面手，它所含的维生素 C 比同量橙子还要高出许多，同时富含维生素 E、钾、镁和膳食纤维。有趣的是，猕猴桃的英文名字就叫 kiwi， 就像新西兰国鸟 kiwi 一样特别。猕猴桃中的果糖和葡萄糖含量适中，升糖指数也相对较低，加上丰富的纤维，可以让血糖上升的比较平缓。而且一个中等大小的猕猴桃重量仅70-80克，热量不到40千卡，可以放心享用。值得一提的是，猕猴桃中含有一种特殊的蛋白酶，叫做猕猴桃蛋白酶，它可以帮助分解蛋白质，促进消化，同时其含有的肌醇等成分被认为有助于改善胰岛素敏感性，让身体更好地代谢糖分。在生活中，猕猴桃可以当作早晨的能量补给，想象早餐来一个搭配燕麦的猕猴桃泥巴，酸甜可口，还能提供持久的饱腹感。午后如果想吃点水果，不妨切几个猕猴桃，搭配无糖酸奶，酸味中和奶香，让人胃口大开。需要注意的是，猕猴桃皮下有薄薄的绒毛，如果不习惯，可以先去皮食用。另外，如果胃肠较弱的人生吃猕猴桃可能会有轻微不适，这时可以把猕猴桃拌酸奶或做成果昔，这样营养也更好吸收。总之，这个小绿球不仅让营养全面升级，也像给糖友加了甜蜜保险，吃了它，血糖起伏也能更加从容。所以不要犹豫，来一个猕猴桃，让血糖稳稳当当。4. 柠檬，黄色的能量罐。柠檬几乎没有什么升糖负担，100克柠檬果肉中糖分不到3克，热量更是低得惊人，被称为水果中的零卡路里。柠檬味道酸酸的，可并不像其他甜水果那样让血糖飙升。相反，柠檬富含丰富的维生素 C 和柠檬酸，能够促进新陈代谢和消化，还能提高身体对铁等矿物质的吸收率。营养学上，柠檬含有可溶性纤维果胶，所以把柠檬当调味料时，也是在往身体里悄悄注入一点纤维和果酸。简单来说，柠檬本身几乎不加料，糖友可以放心享用。其实，柠檬更多时候是作为调味和饮料存在，比如清晨来一杯温水柠檬汁，喝下去就像给身体点燃了一支小火箭，既解渴又提神。晚上喝点柠檬蜂蜜水，不仅酸甜可口，还能帮助消化。寒冷时节可以喝一杯热柠檬姜茶，既温暖身体，又补充维生素 C 和水分，让糖友增强抵抗力。烹饪时，柠檬汁可以用在沙拉和烤鱼上，让食物美味升级的同时不增加糖分。如果直接吃柠檬可能太酸，不妨榨汁或与其他食物混合，但要注意不要加糖。总之，柠檬就像饮食中的万用小帮手，它让味道变得丰富，让营养更易吸收，也不担心血糖突然飙升。糖尿病患者可以大胆使用柠檬，用清新酸爽唤醒味蕾，也为健康加分。5. 火龙果，热带红宝石。火龙果看起来就像外太空的风景，鲜艳的红或白色果肉中点缀着小小的黑子，简直像果盘中的星空。这位热带水果拥有低糖分和低热量的绝佳组合，每100克火龙果大约只有50多卡热量，碳水含量也相对较低，而且富含膳食纤维，因此吃火龙果就像喝果汁，却多了纤维做减速带，让血糖上升更温和。一个中等大小的火龙果大约250克，提供约5克膳食纤维，既能增加饱腹感，也帮助稳定血糖。更值得一提的是，红肉火龙果中大量的花青素就像天然的盾牌，能够抵抗氧化和炎症，对血管有保护作用，就好比给身体插上了抗糖护航的翅膀。火龙果清甜多汁，适合作为餐后水果或点心。想象一下，用新鲜的火龙果打成冰沙，色彩艳丽又能提供水分，或者切片搭配酸奶，
既好看又增加纤维。不过要注意，火龙果中水分很多，切开后要尽快食用，以免变质。尽量选果皮饱满、无损伤的果实，并且不需要添加糖分就能品尝到它天然的甜蜜。总之，火龙果不仅点亮味蕾，还为糖友带来了一份异国风情的营养补给，吃下去仿佛喝了一杯热带阳光，血糖的升幅也被轻轻压制住了。6. 杨桃，清新的小星星。杨桃的名字一提起来就惹人注目，它就是星星水果，切开后五角星的断面，仿佛把小小的星星放进口中。杨桃清脆多汁，味道酸甜，带一点清香，含糖量非常低，是糖友可以放心享受的水果之一。杨桃富含维生素 C 和柠檬酸，能够促进消化，帮助钙、铁的吸收。虽然它的膳食纤维含量不算特别高，但它的水分充足，热量低，所以吃下几片杨桃对血糖几乎没有负担，就像在血糖的公路上加了一道减速坡道。一个中等大小的杨桃大约100克，含有约2克纤维，吃起来不仅清爽，还能增加饱腹感。可以说，杨桃是另一个让甜蜜慢下来的天然好帮手。在生活中，杨桃可以直接当水果吃，也常被用在饮料和甜品中，比如切片后放入冰水或鸡尾酒里，让饮品清香四溢，或者将它榨汁，酸爽的口感特别提神。需要注意的是，杨桃中含有少量天然毒素，对肾功能正常的人不会有问题，但肾功能不全的糖友最好少吃。如果你没有肾脏病的顾虑，那么拿2-3片鲜美的杨桃当下午零食再好不过了。那清脆的质感和清爽的味道让糖友既解馋又安心。总而言之，这颗小小的星星带来了满满的清新和健康，让血糖升得更慢更平稳。7. 山楂，鸿雁的消化小帮手。提到山楂，我们就要聊聊它在中医里的美名，健胃消食。山楂味道酸甜可口，小小一颗却作用不凡，特别适合油腻餐后食用。一杯山楂茶或几片新鲜山楂能够帮助消化油脂，缓解饱胀，就像给胃里装上了小推车，让食物更快消化。对于血糖而言，山楂的升糖指数也不高，纤维和天然酸度协同作用，让血糖上升速度相对平稳。此外，山楂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植物多酚，有助于保护心血管健康，促进血液循环。可以说，山楂既是开胃的小天使，也是守护血糖的贴心小棉袄。在日常生活中，山楂常见于糖水、果冻和小吃，比如妈妈们会用山楂片炖冰糖，做成软糯的山楂糕，或者煮一锅山楂茶，酸酸甜甜，让人胃口大开。不过要注意，甜点中的山楂往往加了很多糖，如果糖友要尝试，最好选择无糖的新鲜山楂。吃山楂时不要空腹大量食用，因为山楂偏酸，空腹吃多了可能会胃痛。如果你油腻吃多了，那么餐后一杯山楂茶能有效帮助消化，让血糖保持平稳。总之，这抹亮丽的红色不仅开胃助消化，也为健康增添了一份安心。8. 樱桃，鲜红的小美人。樱桃小巧玲珑，身披鲜亮的红衣，总是给人一种甜美又贵气的感觉。它属于低 GI 水果，每100克大约只有12到20多的升糖指数，也就是说，吃下一把樱桃血糖上升得非常缓慢。樱桃不仅味甜可口，还富含膳食纤维和抗氧化的花青素，可以保护血管健康，抵御高血糖带来的伤害。而且，樱桃含有丰富的钾和维生素 C， 它能帮助降低体内钠含量，有助于控制血压，可谓是小身材大能量。生活中，大家经常把樱桃当作当季的小甜点，记得许多人坐在果园里，一颗接一颗地品尝红宝石般的樱桃，那酸酸甜甜的滋味立刻让人心情愉悦。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想吃甜蜜的点心，不妨选择樱桃，比如用无糖酸奶搭配几颗樱桃，既满足了口感，又增加了纤维和营养。需要注意的是，樱桃一般不建议搭配加糖的食物一起吃，也不要一次吃太多。就像心理学家说的，如果想要快乐，就慢慢品一把樱桃吧。血糖在它的陪伴下悄悄升高，却不会突然爆表。它带来的不仅是甜味，还有满满的健康能量。9. 番石榴，异国的维 C 炸弹。番石榴在国内也被称为芭乐，
苹果番石榴，外形像苹果，却带着独特的热带香味。它几乎可以说是天然的维生素 C 炸弹。一个中等大小的番石榴含有的维生素 C 含量是同等重量橙子的2倍以上，这意味着吃一颗番石榴就能轻松补充每日所需的维生素 C。同时，它还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矿物质。尽管番石榴味道甜美，但其升糖指数并不高，搭配丰富的纤维，吃下去会比较缓慢释放糖分，让血糖得到温和照顾。更妙的是，番石榴中的类黄酮和多酚具有抗氧化作用，对心血管健康有益。可以说，番石榴不仅当季鲜果美味，还给健康带来了甜蜜守护。生活中，番石榴常常被当作消暑水果，比如榨一杯番石榴汁，或者把新鲜番石榴切块拌入水果沙拉，都非常爽口。海南和东南亚等地尤其盛产番石榴，各种品种口感略有不同，有些偏甜，有些偏酸，但无论哪种，番石榴的果香都能让人心情愉悦。糖友们只要记住，要完整食用果肉和果皮，因为果皮也富含纤维和营养，吃时不用去核，因为番石榴的籽富含纤维。总之，把番石榴当作餐后水果或下午茶点心，既补充维 C 又美味，让甜蜜慢慢融入每一口。10. 橙子，活力的暖阳小果。橙子散发出温暖的色彩，就像天边的太阳一样，让人充满活力。橙子富含维生素 C、叶酸和钾等多种营养素，是公认的提神小帮手。尽管橙子味甜多汁，但它的升糖指数属于中等，每百克大约在40左右，搭配丰富的纤维，吃下去血糖上升依然比较缓慢。相比果汁，吃整只橙子的好处更多，完整的纤维让人更饱腹，能量释放也更稳定。特别是在冬季，一杯鲜榨橙汁加上一整只橙子，就能补充满满的维生素 C， 让寒冷的日子多点活力。在生活中，橙子有很多实用花样，你可以直接剥皮大口吃，也可以切片加入麦片或沙拉里，带来清新的酸甜滋味。还有人喜欢把橙子切碎泡水喝，既解渴又补水。需要提醒的是，一天一个中等大小的橙子就很够了，既满足了口感，又营养满分。总之，橙子就像一颗温暖的太阳，为糖友带来了甜甜的温馨和健康能量。在今天的分享中，我们了解到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食用多种低 GI 高纤维的水果，包括草莓、苹果、猕猴桃等，让甜蜜与健康同行。水果带来的不仅是香甜的味道，更有维生素、膳食纤维和抗氧化物质等有益营养，能帮助控制血糖，促进消化和保护心血管。重要的是掌握科学的食用方法，要适量食用，避开高糖加工品，并在2餐之间作为健康小点心，这样既满足了味蕾，又照顾了健康。展望未来，随着营养学研究不断深入，我们对水果与糖尿病关系的认识也会更加清晰。专家们正研究如何将更多水果友好的理念融入日常饮食指导，为糖尿病患者制定更个性化的健康菜单。或许在2030年，我们能通过科技将水果的好处最大化，比如研发出专门针对糖尿病人的水果酸奶和果昔。总之，只要我们用科学的眼光看待水果，把握正确的摄入方式，水果可以成为糖尿病饮食中的朋友，而非敌人。希望大家在享受水果甜美滋味的同时，也能保持对健康饮食的关注，让未来的每一天都充满活力和希望。日常生活中，我们的身体其实会通过各种小信号来提醒健康状况。当这些信号一个个出现时，你能读懂它们的含义吗？在古代，中医称糖尿病为消渴，意为身体无止境地消瘦和口渴。西方医学史上也曾有医生通过发现患者尿液有甜味，甚至引来蚂蚁而识别糖尿病的故事。现代医学告诉我们，这些奇特现象背后都有科学原因，尤其是2型糖尿病这种常见的慢性疾病，在早期会出现一系列看似平常却暗藏玄机的症状。很多人听过糖尿病的典型表现被总结为3多1少，也就是吃得多、喝得多、尿得多，却体重减少。这形象地描述了高血糖状态下身体发生的一些变化。不过，除了这经典的3多1少之外，
2型糖尿病还有许多其他蛛丝马迹般的症状，有些甚至容易被当成生活小事或别的疾病而忽视。如果不加重视，这些症状背后的高血糖环境会逐渐损伤全身器官，带来严重健康风险。接下来，我们就用一个故事轻松串联起这13个2型糖尿病的症状，让我们看看45岁的老王是如何一步步发现自己身体中隐藏的小谜团，最终揭开糖尿病真相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将深入浅出地聊聊每个症状的成因、生理机制、常见误解，以及如何与其他疾病区分。希望大家在愉快观赏故事的同时，也能提升对自身身体信号的敏锐度。1. 口渴多饮，身体为何总觉得像沙漠？故事要从一个炎热的夏天开始。45岁的老王最近发现，无论喝多少水，他还是觉得渴得不行。上班路上，他特意买了超大杯的冰茶，没过多久杯子就见底。到了办公室，又不停地给自己的水杯蓄满，但奇怪的是，嘴巴依然干干的，仿佛身体变成了一片干涸的沙漠。老王心想，可能天气太热了，或者昨天吃咸了吧。毕竟人在夏天口渴多喝水似乎很正常，他并没有太在意。实际上，老王的身体在通过反渴向他报警。血液里的糖分过高时，为了稀释浓浓的糖浆血，身体会拼命地触发口渴中枢，让人想不停补水，就像稀释汤汁一样。高血糖让血液变粘稠，细胞纷纷喊渴，大脑便催促你不断喝水。如果你发现自己在温度适宜的环境下也频频口干舌燥，一杯接一杯地灌水仍不解渴，这就不太正常了。不少人会把这种持续口渴误以为是天气干燥或运动出汗多所致。区分的方法是看是否持续存在且伴随其他症状。正常情况下，多喝水后口渴感会缓解。然而，高血糖引起的口渴往往难以真正解渴，而且常常同时伴有尿多、乏力等表现。如果每天总是异常地感到口干，甚至夜里渴醒多次，那么就该提高警惕，最好检查一下血糖，否则长此以往，身体严重缺水，会导致电解质紊乱，甚至引发危急的高渗性昏迷等情况。2. 尿频尿多，总感觉自己变成了水龙头。大量喝水的后果之一就是跑厕所变得频繁。这天夜里，老王睡到半夜就被憋醒，不得不起床上厕所，而且一晚上竟然折腾了好几趟，让他又困又烦。难道年纪大肾不好了？他嘀咕着，想着自己才40多岁，前列腺不至于这么快出问题吧。回想白天确实喝了很多水，他安慰自己说，可能只是水喝多了。可这样的夜间多次起夜让老王开始隐隐觉得不对劲。其实，老王频繁起夜并非水喝太多那么简单，而是高血糖在作怪。血糖过高时，肾脏这个过滤器忙不过来了。正常情况下，葡萄糖经过肾脏会被全部回收，不会出现在尿液里。但当血液里的糖分高到超出肾脏的回收能力时，多余的糖就会漏进尿液中。为了把这些糖分冲出去，肾脏只好带走更多水分排出体外，这就导致尿量大增，排尿次数也跟着频繁。老王的膀胱每隔一阵子就被灌满，不跑厕所都不行。而且这些尿液里含糖，就像稀释的糖水。有人形象地说，糖尿病人的尿液可以甜到招蚂蚁，这听起来夸张，却并非空穴来风。历史上，糖尿病这个名字本身就源于尿液带甜味的发现。古希腊医生曾通过品尝患者尿液的味道，察觉其中的甜味，从而将这种病命名为泌尿病。现实中，如果尿液糖分极高，确实可能在如厕后引来蚂蚁光顾。当然，大多数人不会真等到尿变甜得发腻才发现问题。更常见的信号是，像老王这样，总感觉尿特别多，总想上厕所。如果你白天喝水不算过量，却尿频不断，或者夜里几乎每小时都得爬一次厕所，这种尿频尿多的现象就值得怀疑是不是血糖出了问题了。很多中年男性本能地把夜尿频繁归咎于前列腺增生，女性则可能以为是喝水太晚或膀胱炎所致。但糖尿病的尿频有其特点，排出的往往是大量清亮的尿，而且通常伴随口渴、多饮。相比之下，如果是泌尿系感染，尿频尿急时每次尿量不多，且可能有刺痛烧灼感。前列腺问题则多见于更年长者，
并常伴随尿流变弱等表现。因此，当出现尿多又渴得厉害的情况时，应考虑检测血糖。长期处于尿糖高、尿量大的状态，对身体的伤害也不容小觑。肾脏长时间超负荷工作会逐渐受损。糖尿病患者常见一种并发症是肾病，早期可能没症状，但如果感觉尿液泡沫异常地多且持久，这可能是蛋白漏出造成的打泡，提示肾功能出了问题。若不及时控制血糖，肾脏滤过屏障被破坏，就可能发展成慢性肾衰竭。所以别小看频繁跑厕所这个症状，它既是身体报警，也是防止更大损害的机会。3. 食欲大增，刚吃完又饿，胃变成无底洞。过了没多久，老王惊讶地发现自己的胃口也变大了。中午明明吃了一大碗牛肉面，下午3点钟不到，肚子又开始咕咕叫，他只好再买包点心垫垫肚子。最近类似的情况频频发生，早餐后不到2小时就恶意上涌，晚饭没过多久又想着找零食，连同事都笑称老王像个长身体的年轻人，一天到晚嘴巴不停。老王的食欲为何如此旺盛？这还得从体内的能源调度说起。糖是身体细胞主要的能量来源，但如果糖分不能顺利进入细胞，身体其实处于假性饥饿状态。2型糖尿病患者由于胰岛素作用受损，大量葡萄糖滞留在血液中不能被有效利用，细胞反而缺乏能量。简单来说，就是有饭吃却吃不饱，血里飘着糖，细胞却挨饿，身体误以为真的缺粮，于是不断发出饥饿信号，让人想摄入更多食物。老王总是感觉没吃饱，正是因为他的细胞在喊饿。有趣的是，某些2型糖尿病早期患者甚至会在餐前出现强烈的饥饿感，伴随心慌手抖、出冷汗等低血糖反应。这其实是胰岛素分泌节律紊乱导致的假性低血糖。餐后血糖飙高，胰岛素延迟释放却一下子过量，把血糖拉得过低，反而引起餐前血糖不足的症状。患者往往误以为自己胃病或是低血糖体质，殊不知这可能也是糖尿病的征兆之一。当然，更常见的情况还是持续的食欲亢进，但却不易吃饱。很多人会把自己饭量渐长归因于运动增加或劳累过度，但如果无缘无故总感觉饿，而且与体力活动无关，就要留意是不是血糖问题了。暴饮暴食不仅不能真正缓解细胞的饥饿，反而会让血糖雪上加霜。更糟糕的是，一些人在高血糖初期食欲大开，大量进食高糖高脂的食物，短期内体重反而增加，加重胰岛素抵抗，形成恶性循环。所以，当胃口莫名变好时，可别只顾着开心，多留意自身体重和其他症状的变化。4. 体重下降，为什么越吃越瘦？因为食欲大开，老王本以为自己体重会上涨，没想到一段时间后，体重计上的数字反而下降了。这本该是件值得高兴的事，老王起初还有点暗自窃喜，但随着裤腰越来越松，他开始感觉不安，吃的明明不少，人却明显瘦了下来。这种莫名消瘦可不是什么好兆头。2型糖尿病患者体重下降的原因，说白了，就是身体在燃烧自身来获取能量。由于血糖无法充分进入细胞，身体只好拆东墙补西墙，动用脂肪甚至肌肉蛋白作为替代燃料。老王吃进去的养分没被充分利用，就像油箱漏了的汽车，一边加油一边漏油。另一方面，高血糖导致的多尿会带走大量水分和热量，每天尿糖排出等于流失掉许多卡路里，结果就是即便摄入不少食物，身体仍出现净能量亏空，人自然日渐消瘦，无精打采。出现这种在大吃大喝情况下的意外消瘦，往往容易被误解。一些人会误以为是新陈代谢突然变好，或怀疑是甲状腺亢进，还有人担心自己是不是患上了什么隐匿的严重疾病，比如癌症。因此，当发现食量正常甚至增加，却持续体重下降时，一定要尽快就医检查血糖。它很可能不是减肥奇迹，而是糖尿病在幕后捣鬼。老王的体重变化正是身体向他发出的求救信号之一。如果任由体重持续下滑，高血糖状态将进一步损害身体，脂肪和肌肉大量分解会导致极度乏力，抵抗力下降。更危险的是，严重失控的糖尿病可能引发酮症酸中毒。这种情况可出现
口中有烂苹果般的气味，恶心，意识模糊，甚至危及生命。因此，别忽视迅速消瘦这个症状，它常意味着糖尿病已经在身体里肆虐，需要立即采取措施控制病情。5. 疲劳乏力，身体仿佛永远电量不足。最近一段时间，老王经常感到浑身没劲儿，上午10点刚过，他在办公桌前就开始哈欠连天，眼皮直打架，午饭后更是昏昏欲睡，差点趴在电脑前睡着。同事打趣他说，昨晚偷跑去打麻将了吧，这么困。可老王心里清楚，他最近作息正常，也没熬夜，那为什么总感觉睡不够，提不起精神呢？他安慰自己，可能是年纪上来了，新陈代谢下降，中年人嘛，精力不如从前，持续的疲劳乏力是糖尿病在向身体偷走能量。正如前面所说，细胞无法得到充足的葡萄糖供能，就好比手机充电线接触不良，电池怎么都充不满。老王吃进去的营养没转化成有效能量，身体各组织就像在低电量模式下运转，自然容易感到累。再加上他夜间频繁起床上厕所，睡眠质量下降以及体重下降导致肌肉流失，这一切都雪上加霜，递加重了疲惫感。许多人出现慢性疲劳时，第一反应是工作太累或睡眠不足，也有人归咎于年龄增长，但无论怎么休息还是觉得累，这种反常的疲惫就需要警惕。糖尿病导致的疲劳通常与其他症状同时出现，比如异常口渴、尿频或伤口不易愈合等共同存在。如果一个人平日休息尚可，却经常感到极度乏力，最好检查一下血糖和健康状况。不要小看疲劳这个看似普通的信号，它反映了身体器官正被高血糖拖累，处于亚健康状态。如果不及时发现并管理血糖，长期的能量供应不足会损害肌肉和神经，甚至可能影响心脏功能，增加意外事故的风险。老王的困倦正是在提醒他，身体电量不足，需要检修充电，而不是一味用咖啡因硬撑。6. 视力模糊，老花眼还是高血糖在捣乱。某天晚上，老王在看手机新闻时，突然觉得字有些对不准焦距，必须把手机拿远才能看清。他皱了皱眉，自言自语道，难道年纪到了要老花眼了？第二天开车时，他又觉得路边的牌子有点模糊，以为是昨晚没休息好，眼睛疲劳。他甚至考虑要不要去配一副眼镜。然而奇怪的是，这种视力模糊有时明显，有时又缓解，让他摸不着头脑。视力忽然变差，对中年人来说很容易归因于老花眼或近视加深，但糖尿病也可能是幕后的隐形眼镜。当血糖过高时，血液渗透压改变，会导致眼球晶状体中的水分出入失衡，使晶状体暂时性的膨胀或收缩，进而改变了眼睛的屈光度。简单来说，高血糖会让老王的眼球镜头跑焦，东西看起来就模糊不清。而当血糖降下来后，晶状体中的水分恢复平衡，视力可能又暂时回升一点。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老王的视线时好时坏。除了晶状体的可逆变化，长期高血糖还会对眼睛造成更深层的伤害。糖尿病会损害视网膜后方的微血管，导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早期可能没有明显感觉，随着病变进展，眼底出血、黄斑、水肿等问题会让视力逐渐下降，甚至出现视野、黑影或盲点。如果任其发展，严重的视网膜病变可能导致失明。因此，反复出现的视物模糊绝不能简单归咎于年纪或用眼过度，特别是合并其他糖尿病症状时，一定要及时验血检查。一副眼镜解决不了高血糖的问题，只有控制血糖才能保护视力。早期发现糖尿病并积极干预，许多视力改变是可以逆转或延缓的。7. 伤口愈合慢，小伤口为何久久不见好？某天做晚饭时，老王不小心被菜刀在手指上划了一道小口子，他简单清洗后贴了创可贴，心想过2天就会好了。然而1周过去了，这伤口仍然红红肿肿，有点化脓的迹象，完全不像往常那样很快结痂愈合。老王纳闷是不是最近上火，伤口感染了。他开始每天涂药水，但伤口还是拖拖拉拉，一碰就疼，皮肤上的小伤口迟迟好不了，很可能是糖尿病在干扰身体的修复能力。高血糖环境下，
细菌更容易繁殖，伤口更容易感染，而身体的防御机制却变弱了。一方面，糖尿病会使血液循环变差，伤口局部得不到充足的血液供应，营养和氧气送达不足，修复细胞饿肚子，自然干活慢。另一方面，高血糖还会削弱免疫细胞的功能，就像士兵喝醉酒，抓不住入侵的细菌，结果小小伤口也可能拖很久才愈合，甚至恶化。许多人并不会把伤口难愈合第一时间联想到糖尿病，往往以为是伤口本身处理不当，或自己缺乏维生素，免疫力差。但反常的愈合缓慢值得引起重视，尤其是当伤口不大却总不好，一再感染时，更要考虑测一下血糖。糖尿病患者常见一些皮肤问题，如伤口容易溃烂、腿部出现慢性溃疡等，都是因为高血糖破坏了正常的愈合机制。对于老王来说，他手指上这点小伤，最终虽然在加强消毒处理后慢慢好了，但这已经是身体向他发出的又一个警讯。如果糖尿病持续未被察觉和控制，更严重的情况可能发生，比如足部的小伤口可能发展成难治的糖尿病足溃疡，甚至需要截肢保命。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很多糖尿病患者忽视早期症状后付出的惨痛代价。好在此时，老王开始意识到事情不简单，他决定进一步留意自己的身体状况。8. 频繁感染，疾病缠身，小病痛接连不断。除了伤口难愈合，老王最近还陷入了各种小感染的烦恼。前阵子他反复觉得牙龈肿痛，刷牙时容易出血，牙医说是牙周感染，需要加强口腔清洁。没过多久，他又长了个疼痛的疖子在后背，用了抗生素才消下去。更让他郁闷的是，脚趾间的脚气似乎比以前更严重了，涂药也不好使，总反反复复发作。短短几个月内，大大小小的感染问题一个接一个，让老王苦不堪言。频繁发生的感染其实与糖尿病密切相关。高血糖环境就像天然的细菌培养基，病原微生物更容易生长。同时，糖尿病使免疫系统战斗力下降，白细胞的杀菌效率打折扣，于是身体各处的感染机会就大大增加。口腔容易发生牙周炎或真菌感染，皮肤容易长疖子、毛囊炎，小伤口也容易化脓感染。女性常出现反复的念珠菌性阴道炎，男性可能出现生殖部位的真菌感染或尿路感染。这些感染往往反复发作，千言难愈，因为根源的高血糖没有得到控制。一般人可能认为自己卫生没做好，抵抗力变差，才总招惹感染，却没意识到幕后黑手可能是血糖。判断这类频繁感染是否由糖尿病引起，可以留意有没有同时存在其他症状，例如典型的口渴、多尿或最近体重变化。如果多个警讯一同出现，就应及时就医筛查。早期诊断出糖尿病并控制血糖水平后，患者的感染发生率通常会明显下降。老王显然已经被这些接连不断的小病折腾得心力交瘁，他开始怀疑自己的身体是不是出了什么大问题。毕竟正常情况下，一个壮年男子不应该无缘无故这么多病痛。这份警觉促使他下决心要去医院做个全面检查，找出原因。9. 四肢麻木刺痛，神经短路带来的小针扎感。果然不出所料，在医院的检查证实了老王的猜想，空腹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的结果都远超正常范围。医生郑重地告诉老王，他患上了2型糖尿病。听到这个诊断，老王有些惊讶，又有些如释重负。医生在询问病史时特别问道，您有没有手脚麻木、刺痛的感觉？老王这才想起，确实有时候脚趾头会发麻，偶尔腿上皮肤被蚊子咬了都没感觉疼痒。他之前以为是久坐压迫神经或年纪大、末梢循环差，对此并未上心。其实，四肢的麻木、针刺感正是糖尿病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周围神经病变，高血糖状态会逐渐损伤神经纤维，尤其是离心脏最远的手和脚部位的细小神经。这有点像电线上附着了糖霜，久而久之导电不良，神经传导变弱，就会出现感觉异常。有时是刺痛、灼烧感，好像无缘无故被无数细针扎；有时是麻木，感觉迟钝、热凉、痛痒都不太灵敏。
老王之前觉得脚麻没啥大碍，但那恰恰是他的神经在高血糖下逐渐短路的信号。很多中老年人对手脚发麻并不陌生，常以为是坐姿不良压到了神经，或是颈椎腰椎问题，这当然也是可能原因。不过糖尿病导致的神经病变有其典型特征，通常从双脚趾尖开始，呈对称性的向上发展，双手也可能受累，类似手套和袜子套住的区域感觉异常，而颈椎腰椎压迫往往只影响一侧肢体，且伴有颈腰疼痛等。若双脚持续麻木刺痛，同时又有口渴、多尿等高血糖症状，那糖尿病性神经病变就是很可能的原因了。神经病变本身不会要人命，却可能带来严重后果。感觉迟钝的双脚容易因为烫伤、擦伤而不自知，导致小伤口恶化，糖尿病足的悲剧常常由此开始。另外，神经受损还会引起足部肌肉萎缩、足弓变形，进一步增加溃疡风险。因此，一旦确诊糖尿病，务必要重视神经系统的保护和定期检查。控制血糖水平是防治神经损伤的关键，早期干预还能部分逆转症状。老王暗下决心，以后不仅要管住血糖，也要每天留心足部护理，避免小伤酿成大祸。10. 皮肤瘙痒和干燥，身体缺水还是血糖作祟？在沟通病情时，医生问老王，最近皮肤是不是经常很干、发痒？老王点点头，想起自己小腿皮肤总是又干又痒，晚上看电视时不自觉就去抓挠，抓完一堆白色皮屑。他原以为是秋冬天气干燥或年纪大皮肤变差，没想到这也和糖尿病有关。医生解释道，高血糖会让身体处于一种缺水的状态，加上微循环不良，皮肤容易变得干燥脱屑，进而引发瘙痒。除了单纯因干燥引起的痒，高血糖还会导致一些皮肤问题，加剧瘙痒程度。例如，糖尿病人皮肤抵抗力降低，容易合并真菌感染，最典型的就是骨癣、足癣等皮肤癣，以及女性容易出现的外阴念珠菌感染。这些感染常会引起强烈的局部瘙痒。老王虽然没有遇到过严重的真菌感染，但他的小腿起痒，实际上也是身体在向他要水喝，在抗议血糖高的一种表现。皮肤瘙痒往往被误当作普通的皮肤干燥或过敏，很多人会先换润肤露，吃抗过敏药，但如果皮肤反复瘙痒难耐，特别是合并其他糖尿病迹象，就应考虑测血糖。糖尿病相关的皮肤症状还有很多，比如皮肤变得粗糙暗沉、出现皮疹等，都是血糖失控对皮肤的影响。幸运的是，这些问题随着血糖控制改善，通常会有所减轻。老王打算从今以后多喝水，注意保湿皮肤，并严格控制血糖，让老人的皮肤瘙痒不再纠缠他。11. 皮肤色沉和增厚，脖子后的一圈黑项圈。检查过程中，医生掀开老王的后衣领，指着他后颈和腋下的一些肤色变化说道，这里的皮肤颜色变深发黑，而且有点增厚，这是黑棘皮症，是糖尿病常见的皮肤表现。老王讶异地摸了摸脖子，原来这个看似没洗干净的黑项圈竟是病症。他回想起妻子曾取笑他，脖子总是脏乎乎洗不白，其实那并非污垢，而是糖尿病在皮肤上的印记。黑棘皮症是指皮肤皱褶处出现暗沉、增厚、呈天鹅绒样的斑块，常见于颈后、腋窝、腹股沟等部位，这是胰岛素抵抗在皮肤上的一个信号。2型糖尿病患者胰岛素常常居高不下，为了克服抵抗，胰脏分泌大量胰岛素，而胰岛素除了降糖，也是生长因子，会刺激皮肤细胞增生，色素沉着，于是这些部位就逐渐变黑变厚。简单来说，老王脖子后的皮肤变黑，就是因为体内胰岛素过多，在染黑他的皮肤。许多人对自己身上的这种黑色印记不以为意，或误以为是脏污或汗渍造成，但洗不掉的皮肤发黑应当引起重视，特别是在年轻人或中年人身上出现时，这往往提示体内存在代谢问题。黑棘皮症本身不会痛痒，对健康也无直接危害，但它是糖尿病和胰岛素抵抗的警示灯。对老王而言，这个黑项圈早在糖尿病确诊前几年可能就悄悄出现了，可惜当时他没有了解其中含义。好消息是，通过减重和控制血糖，
黑棘皮症是有机会改善的。医生鼓励老王说，只要严格控制饮食，加强运动，把体重降下来，这些皮肤的异常也有望逐渐淡化。老王暗自下定决心，要通过生活方式的改变，让自己摆脱这个黑项圈，也摆脱糖尿病挥之不去的阴影。12. 出汗异常，汗如雨下，或少汗无汗都是糖的错。谈话中，老王提出了一个困惑，医生，我最近出汗好像也不太正常，稍微活动一下就汗流不少，可有时候手脚皮肤又干得不太出汗。医生点点头解释，这是糖尿病对自主神经造成影响的结果。自主神经负责管理人体的空调系统，包括出汗散热功能。高血糖损伤了自主神经后，身体的控温功能会变得紊乱。一些糖尿病患者会出现出汗过多的情况，比如稍微一动就大汗淋漓，或者晚上睡觉盗汗。这可能是因为血糖波动影响到交感神经，使身体错误地释放出大量汗液。另一方面，也有患者经历出汗减少，甚至局部无汗，尤其是在腿部和脚部。由于神经受损，这些部位的汗腺不再正常工作，皮肤变得异常干燥，同时上半身可能出汗增多，以补偿下半身的不足，导致汗分布不均。大多数人不会把出汗多少和糖尿病联系起来，往往以为出汗多是体质虚或更年期，出汗少则是天生皮肤干。但当一个人出汗模式反常时，值得检查一下是否有糖尿病或其并发症在作祟。自主神经病变虽然不直接致命，却可能影响生活质量，让人时而汗湿衣衫，时而干燥难耐。而且它提示糖尿病对身体的影响已经波及神经系统，需要加强血糖管理。听了医生的讲解，老王回想起自己前阵子爬楼梯时汗如雨下，还以为是自己体能太差。现在他明白了，这也是糖尿病给他的信号之一。所幸通过改善生活习惯和药物治疗，大多数患者的出汗异常可以有所缓解。老王对未来充满信心，他决心积极控制病情，让身体各项功能逐步恢复正常。13. 情绪波动和注意力下降，脾气变差，大脑总是短路。糖尿病的诊断尘埃落定后，老王开始服药控制血糖，并调整生活作息。一段时间下来，他惊喜地发现自己的精神状态比以前好了，工作时注意力集中了，整个人也平和开朗了不少。妻子笑称，以前你总爱烦躁发脾气，现在顺眼多了。回想确诊前那段日子，老王确实经常无缘无故心情烦闷，一点小事就暴躁易怒，干活也老走神。当时他以为只是工作压力大，休息不好，原来连情绪和脑子不在状态都和高血糖有关系。血糖水平的异常会影响到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功能。高血糖让大脑细胞处于不稳定的环境，会引发注意力不集中、判断力下降，甚至记忆力减退。另一方面，血糖忽高忽低的波动也会导致情绪的过山车。比如血糖过高时，人容易感到倦怠，情绪低落，而血糖突然下降又可能出现焦虑、出汗、心慌等应激反应，使人脾气暴躁。老王之前莫名其妙就心烦意乱，其实是身体在跟血糖过山车抗争，心理状态也受到拖累。很多人不会把情绪问题和糖尿病联系起来，我们习惯把脾气差归因于更年期、压力大，把健忘走神归咎于年纪增长。但如果一个人一段时间以来性情大变或注意力持续不济，并且伴有典型糖尿病症状，就该考虑检查血糖了。控制血糖后，不少患者的精神状态会明显改善，专注力增强，情绪也趋于稳定。这不仅是身体在变好，心理上也获得了正反馈。老王深有体会地说，感觉脑子里那团浆糊没了，整个人清爽了。他重新找回了生活和工作的节奏，不再被无端的情绪起伏左右。通过老王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2型糖尿病并非突然袭击，它早在身体中留下了诸多线索。这13种症状就像13个谜一样，等待我们去解开。口渴、尿多、饥饿、消瘦、乏力、视物模糊、伤口难愈、感染频繁、四肢麻木、皮肤瘙痒、黑棘皮症、出汗异常、情绪改变，每一个都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当这些信号同时或相继出现时，绝非巧合，很可能是糖尿病在敲门。重要的是，
我们不能忽视或误读这些症状，将口渴当成天气炎热，把疲劳归因于工作劳累，把事物模糊看作老花眼。这些看似合理的解释，可能让我们错过及时干预的机会。正如老王所幸最终警觉，及时就医确诊并开始治疗，才避免了病情继续恶化。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出现类似的征兆，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忍一忍就会好。最明智的做法是尽快进行健康检查，尤其是测量血糖水平。值得庆幸的是，一旦确诊并在医生指导下采取措施，2型糖尿病是可以良好控制的。通过饮食调理、规律运动、合理药物治疗，血糖稳定下来后，大部分症状都会减轻甚至消失。老王就是最好的例子，他现在坚持健康生活方式，各项指标明显改善，整个人焕然一新。这段经历也让他学会了时刻倾听身体的声音，不再对小症状视而不见。人类的身体就像一部精密的机器，出现故障前往往会发出轻微的咯吱声。我们要做的就是敏锐捕捉这些信号，查明原因并及时修理机器。希望老王的故事能给大家提个醒，关爱健康，从留意日常的点滴变化开始，别让13个小症状演变成无法挽回的大问题。每个人都应成为自己健康的侦探，尽早发现问题，掌控自己的身体命运。请大家想象一下，有一种食物正悄悄在摧毁我们的健康，它就是发炎食物。它看似寻常，却一步步破坏着我们体内那群重要的小家伙。肠道菌群引发各种慢性疾病，更可怕的是，我们许多人每天都在心甘情愿地吃下它，还以为它无害。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揭开这个隐藏在日常饮食中的肠道杀手的真面目，以及如何通过自然疗法来扭转乾坤，重拾健康。什么是发炎性食物？简单来说，发炎性食物就是指那些会在体内引起慢性发炎反应的食物。发炎本身其实是身体的防御机制，例如当你受伤或感染时，发炎反应会动员免疫细胞来对抗外敌，这是一种急性的、短暂的发炎，有助于痊愈。然而，如果这种发炎反应长期存在，变成慢性发炎，情况就不妙了。想象一下，身体里有一团不灭的火苗，持续的灼烧组织器官，日积月累下来，就会导致各种疾病。而某些食物就像点燃这团火的火种，不断添加燃料，使得发炎长期存在。我们把这类容易引起慢性发炎的食物称为发炎性食物。很多慢性疾病的背后都有慢性发炎的影子，例如心血管疾病、第2型糖尿病、关节炎，甚至某些癌症和失智症都与慢性发炎有关。所以，控制慢性发炎对维持健康至关重要。而控制发炎的一大关键就是管住我们的嘴，远离那些发炎性食物。在探讨发炎性食物时，我们一定要认识身体里一个重要的隐形器官——肠道菌群。你或许听过，人体肠道内住着上百兆个细菌，它们组成了一个微型生态系统，被称为肠道菌群。这些菌群平时默默无闻，却对健康至关重要。它们帮助消化食物，制造维生素，并与免疫系统合作，保护我们免受有害菌的侵袭。健康平衡的肠道菌群就像一个和谐的社区，益菌是守护者，坏菌则被控制在少数，不兴风作浪。然而，一旦这个平衡被打破，坏菌势力壮大，就会带来麻烦。那么，发炎性食物和肠道菌群有什么关系呢？原来，很多发炎性食物的破坏力不仅在于它们引发发炎，还在于它们会扰乱肠道菌群的平衡。换句话说，发炎性食物往往是肠道菌群的天敌。当我们吃下这些食物时，肠道里有益的细菌可能受到打击，而有害的细菌和酵母则乘机繁殖，导致菌群失衡。我们的肠道内壁犹如身体与外界的边境，如果益菌不足，坏菌猖獗，这层保护墙就会变得脆弱，出现所谓的肠漏，也就是肠道通透性增加。结果，各种不该进入血液的有害物质趁虚而入，免疫系统见状如临大敌，再次引发全身的发炎反应。如此恶性循环，身体怎能不出问题？听起来很可怕吧？那么究竟哪些是凶手级的发炎性食物，以至于被誉为发炎之王呢？其实你一定不陌生，
这些食物就在我们每天的餐桌、办公室、零食甚至饮料中，让我们一一揭晓。首先，精制糖绝对榜上有名，白砂糖、玉米糖浆、高果糖浆，这些精致的甜味剂无处不在，从糕点、饼干、含糖饮料到各种酱料，无所不包。为什么说糖是发炎的火药？当我们摄入过多糖分时，血糖急剧升高，迫使胰岛素大量分泌来降低血糖。长期高糖饮食会导致胰岛素抵抗，也就是细胞对胰岛素麻木了，血糖经常维持在高位。高血糖环境会损伤血管内壁，引发发炎反应。同时，糖分子还会与蛋白质结合，形成有害的糖化中产物，它们如同铁锈般损伤细胞，并刺激发炎。此外，糖是坏菌和酵母最爱的养料之一，吃太多糖就像在肠道里给有害菌开宴会，益菌却挨饿受冻。研究发现，高糖饮食会降低肠道有益菌的多样性，增加有害菌比例，使肠道菌群组成失衡，进而引发发炎。难怪有人把精制糖称为甜蜜的毒药，它带来短暂的快感，却悄悄点燃慢性发炎的导火索。接下来，反式脂肪堪称发炎食物中的重磅炸弹。反式脂肪主要存在于各种油炸食品、糕点、酥皮、氢化植物奶油、人造奶油等加工食品中。20世纪初，人们发明氢化油来延长保存期限，没想到也制造出健康杀手。反式脂肪分子结构异常稳定，体内难以分解，会沉积在细胞膜上，使细胞膜变得僵硬，功能失调。它不但直接引发发炎反应，还会干扰胰岛素功能，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很多国家已经意识到反式脂肪的危害，纷纷立法限制甚至禁止。但遗憾的是，在一些糕饼和油炸零食中，反式脂肪依然潜伏。想象一下，当你咬下一口香酥的油炸甜甜圈，那诱人的口感背后可能藏着反式脂肪的阴影。这些反式脂肪进入肠道，也会影响菌群。有研究指出，高反式脂肪饮食会削弱益生菌的生长，诱发肠道发炎。它就像在肠道里埋下一颗定时炸弹，一点点侵蚀你的健康。还有一类常见却容易被忽视的发炎推手，那就是某些植物油。你或许会惊讶，植物油不是一直被宣传为健康的，比猪油、牛油更好的选择吗？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并非所有植物油都不好。但现代饮食中某些高度精致的植物油，特别是富含欧米伽6多不饱和脂肪酸的油，例如大豆油、玉米油、葵花籽油等，摄入过量反而可能促进发炎。原因在于 Omega-6 脂肪酸在体内会转化为某些促发炎的分子，适量的 Omega-6 是必须的，但现代人饮食中的 Omega-6 与 Omega-3 比例严重失衡。我们的祖先可能是1:1或2:1的比例，而今天很多人达到了20:1甚至更高的比例， Omega-6 远远过剩， Omega-3 却严重不足。这就好比体内的发炎开关被打开而难以关闭。更糟的是，这些油往往被反复加热用来煎炸，产生氧化物和自由基，进一步刺激发炎。当这些不稳定的分子进入肠道，会损伤肠道细胞和黏膜，并影响肠道菌群的组成。在这种环境下如鱼得水，益菌则节节败退。虽然植物油源自植物，名字听起来很天然无害，但过量食用某些精致植物油，实际上成了现代人饮食中隐蔽的肠道杀手之一。再来看看加工肉品，熏火腿、培根、香肠、热狗，这些经过腌制、熏制或添加防腐剂的肉类产品，也是发炎性食物的常客。世界卫生组织早在2015年就将加工肉品列为1级致癌物，部分原因正是它与消化道癌症和慢性发炎有关。加工肉通常含有高盐、高饱和脂肪，还有亚硝酸盐等添加剂。亚硝酸盐在体内可能转化为亚硝胺等致癌物质，刺激肠道，引发发炎。同时，加工肉在高温烹调或熏制过程中会产生多环芳香烃等致癌物，也会损害肠道细胞。肠道菌群面对这些化学攻击，有益菌很难招架。更有研究发现，大量食用红肉和加工肉的人，其肠道内某些会产生有害代谢物的细菌比例更高，比如这些细菌可以把红肉中的物质转化为促发炎的化合物，增加心脏病风险。所以，
当你早晨来根培根，午餐夹几片火腿，可能无形中已给肠道增加了负担，打响了一场发炎的战争。看到这里，你可能会问，那全球第一名发炎食物到底是哪一个？糖、反式脂肪、植物油、加工肉，每一个都罪状累累，难分伯仲。事实上，真正可怕的是现代的超加工食品，往往结合了这所有的坏处于一身。想想披萨、汉堡、炸鸡、薯片、蛋糕、汽水，这些深受喜爱的食品，是不是同时含有大量的精致淀粉和糖、劣质油脂、添加剂，甚至还可能残留农药，例如种植谷物和豆类时使用的除草剂。这些超加工食品简直是发炎大杂烩。因此，如果要选出发炎，恐怕非超加工食品莫属。它们组成了现代饮食中最主要的一部分，也是让无数人陷入慢性发炎泥淖的元凶。与其说是哪一种食物第一名，不如说是我们对加工垃圾食品的沉迷登上了发炎榜的冠军宝座。让我们以一个形象的比喻来理解，想象你的肠道是一座繁华的生态城堡，里面住着各式各样的居民，肠道细菌。有些是勤勉善良的居民，也就是义军，帮忙维持城堡的清洁和安全；也有少数不安分的居民，就是坏军，时刻想惹是生非。但在正常情况下，善良居民占优势，城堡和谐运转。一旦你开始大量吃前面提到的那些发炎性食物，相当于给坏居民送去大批免费的武器和粮草，给好居民泼下毒药和绊脚石。城堡内部开始动荡，坏军们拿着糖当能量，疯狂繁殖。反式脂肪和氧化的劣质油犹如在城墙上打出一个个洞，它们破坏了肠道黏膜这道防线，有义军大片阵亡或饿死，坏军乘势攻城略地，最终城堡沦陷，肠道屏障变得漏洞百出。当肠道菌群失衡到一定程度，灾难效应就不局限在肠道内了。坏菌在代谢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毒素和促发炎物质，比如脂多糖等，趁着肠道屏障的破损溜进血液，这些不速之客到达身体各处，引发免疫系统全面警戒，全身范围的慢性发炎就此展开。这种慢性发炎状态可能表现为肠道不适，例如腹胀腹痛，或肠道时而腹泻时而便秘，也可能没有明显肠道症状，而是体现在其他地方，如反复的皮肤过敏、莫名的关节酸痛、疲劳、情绪低落等等。长期下来，更严重的慢性疾病开始浮现。可以说，肠道菌群失衡是许多慢性病的开端。让我们看看一个真实的案例。一位大学生接受了一项有趣的实验，连续10天只吃某速食连锁店的餐点，结果仅仅10天后，他肠道里的有益菌种类就锐减了将近一半。研究这个案例的科学家惊呼，短短的垃圾食物暴饮暴食，竟然把多年建立的肠道生态系统摧毁得体无完肤。这位年轻人也明显感觉到身体和精神状态变差，变得疲惫，注意力难以集中，心情低落。虽然之后停止实验，恢复健康饮食，他的肠道菌群逐渐好转，但这次教训让人深刻体会到发炎性食物对肠道菌的杀伤力有多么强大。别忘了，许多人日常饮食就几乎是这种实验的慢版本。也许没有每餐都吃汉堡薯条，但天天来一杯奶茶配蛋糕，常常打开一包薯片，看似不多，累积起来已足以让肠道菌叫苦连天。当肠道这个大本营失守后，身体各系统会响起警报，纷纷受到影响。我们来聊聊其中几个明显的领域。你可能听过肠脑轴线这个词，意思是肠道和大脑之间有密切的双向联系。肠道菌群被称为第二大脑，因为它们能产生多种神经递质，比如让人愉快放松的血清素，有相当比例就是肠道菌制造的。如果益菌被大批消灭，制造血清素等快乐分子的工厂停工了，人的情绪自然会受影响。难怪有研究发现，肠道菌群失衡的人更容易出现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反过来，当我们紧张、压力大时，大肠也会跟着弯起腰，这是肠脑之间在对话。因此，照顾好肠道，其实也是在照顾我们的情绪和心理健康。如果你经常觉得心烦易怒、郁郁寡欢，也许该检视一下自己的饮食是否让肠道菌失衡了呢？有句话叫7成免疫在肠道，虽不完全精确，
但道理没错，肠道黏膜和那海量的菌群一起，构成了人体最重要的免疫防线之一。益生菌就像训练有素的保安，教导免疫细胞哪些是敌人，哪些是朋友，维持免疫系统的平衡。如果益菌垮台，坏菌横行，免疫系统不是被过度刺激，就是反应迟钝。不少研究指出，包括发炎性肠病、类风湿关节炎，甚至第二型糖尿病在内的疾病，都和肠道菌群失衡引发的免疫失调有关。换句话说，一个不健康的肠道环境会让我们更容易生病，防御力下降，同时也更容易对本来无害的东西产生过敏反应。由此可见，维持肠道菌平衡是促进免疫健康的基石。你是否有朋友怎么吃都不胖，而有些人喝水都长肉？除了基因差异，肠道菌群可能也是幕后推手之一。人体内的细菌种类繁多，不同菌群对食物的分解利用率不同。有的细菌能从食物中榨取更多热量，产生的代谢物还会让我们储存更多脂肪，而有的菌则帮助我们排出多余能量。当发炎性食物导致坏菌占上风时，往往会增加那种催胖菌群的比例。研究人员曾做过令人瞠目结舌的试验，将一个肥胖者肠道中的菌群移植到瘦小鼠体内。不久后，这只原本苗条的老鼠居然开始发胖，可见不健康的菌群组合能影响人体对能量的吸收和脂肪的累积。同时，肠道菌群失衡还会引发胰岛素抵抗，干扰荷尔蒙分泌，导致代谢综合征的风险上升。换句话说，如果肠道菌失衡，人可能更容易发胖，更难减重，还可能伴随血脂、血糖异常等问题。因此，想要管理体重和代谢，除了算卡路里、运动，别忘了养菌，培养一个健康的肠道菌群生态。听到这里，你也许有些心惊，原来一块蛋糕、一包洋芋片的杀伤力这么强，那我们是不是无可救药了呢？别担心，好消息是，自然疗法可以帮助我们扭转乾坤，把失衡的肠道菌拉回正轨，扑灭体内的慢性火苗。重点在于2个字：调养，也就是调整饮食，加以适当的滋养和疗愈。接下来，让我们深入探讨几种切实可行的自然疗法，从饮食到生活习惯，全方位助我们重建健康。这是最根本也最重要的一步。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切断发炎的源头，停止火上浇油。具体来说，就是尽量减少前面提到的那些发炎性食物的摄入，少吃精制糖，把含糖饮料换成白开水或无糖茶饮，甜点蛋糕能不吃就不吃，想解馋也选择低糖，用水果天然甜味替代的点心，远离反式脂肪和不良油脂。选购食品时仔细看看标签，有部分氢化油字样的就放回架上。烹调油选择稳定的油脂，如橄榄油、茶油、椰子油或酥油，少用反复高温油炸的方式。加工肉类也要减少，把培根、火腿留到特殊场合偶尔享用，日常多用新鲜肉类替代。当然，不光是减少坏食物，还要增加抗发炎食物，多吃蔬菜、水果、坚果、全谷杂粮、鱼类等富含 Omega-3 脂肪酸和抗氧化物质的天然食物。这些食物提供纤维和植化素，能帮助养育好的肠道菌，并直接协助降低发炎反应。例如，深海鱼富含的 Omega-3 可以帮助关闭发炎开关，绿色蔬菜和莓果富含的抗氧化物能中和自由基，减轻发炎损伤。饮食调整不是一朝一夕的魔法，但持之以恒会给你的身体换血，曾经浑浊的内环境会慢慢清澈起来，发炎指标下降，肠道菌群也会开始恢复元气。调整饮食相当于断粮坏菌，供养好菌。但如果好的菌种已经所剩无几，我们还需要主动补充原菌，这就是益生菌派上用场的地方。益生菌简单说就是对我们有益的活菌，常见的如乳酸菌、双歧杆菌等。市面上有各种益生菌补充剂以及添加益生菌的食物，如果条件允许，可以选购信誉良好的益生菌产品，在专业人士指导下服用。益生菌就像给肠道注入新兵，帮助重建防线。但要注意，益生菌补充通常需要一段时间持续摄取，并且要配合上述饮食调整才能扎根，否则你一边吃益生菌胶囊，一边狂饮可乐，猛吃炸鸡，益生菌80%是定居不下来的。另外，每个人的肠道环境不同，
适合的菌株也可能不一样，不妨多尝试几种品牌或配方，找到对自己有效的。益生菌的好处不只在于帮助消化，它们还能与免疫系统协调，抑制坏菌生长，并产生一些抗发炎物质，例如短链脂肪酸，滋养肠道细胞。当你的肠道充满友善的益生菌士兵时，整体防御力自然大大提升，发炎的火苗也会逐渐减弱。提到益生菌，就不能不提自然界最古老、最美味的益生菌来源——发酵食物。早在冰箱出现之前，人类就学会用发酵来保存食物，结果阴差阳错造就了一批对健康有益的美味，例如酸菜、泡菜、味噌、酱油、优格、起司、康普茶等等，都是通过微生物发酵而得。发酵过程中，微生物不仅产生酸味，提升风味，还大量繁殖，成为我们吃下肚的益生菌。把发酵食品融入日常饮食，是一种简单又经济的养菌方式。吃一碗天然发酵的优格或几口韩式泡菜，就等于吞下亿万计的有益活菌，直接送达肠道，在那里安家落户，对抗坏菌。不仅如此，发酵食品还含有发酵产物，比如有机酸、酵素和维生素 B 群，这些物质能帮助消化，降低肠道的酸碱值，使坏菌不易滋生，并为肠道细胞提供营养。当然，选择发酵食品要注意尽量挑选传统工艺，不含防腐剂的，比如买酸奶就选无糖，含活性菌的原味优格，腌制物要选择天然发酵而非醋泡的。你也可以自己在家动手做简单的发酵食物，像自制酸菜，或者用煮沸放凉后的糖水培养天然菌种来做发酵果饮等，都很有趣。总之，发酵食品既满足了口腹之欲，又在不知不觉中壮大了肠道的益生菌队伍，实在是一举两得的好方法。在远离坏物、补充好菌之外，另一个自然疗法的思路是帮助身体把已经累积的毒素和废物排出，给细胞一个干净的环境。许多人将这称为排毒。需要澄清的是，身体本身就有完善的排毒系统，主要由肝脏和肾脏担当，只要运作正常，就能日夜不停地清除毒素。我们要做的是减轻它们的负担，并适度给予支持。首先，尽量避免新的毒素来源，比如少吃含农药残留高的食物，平时要尽量将蔬果清洗干净，或选择有机农产品，避免过量饮酒，毕竟酒精伤肝，不滥用抗生素和止痛药，这些药物长期大量使用会损害肝肾并扰乱肠道菌群。接着，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协助排毒。多喝水，水是最天然的溶剂，充足的水分可以帮助肠道和肾脏冲刷掉废物。适度断食，比如实行间歇性断食，每日约16小时不进食，让肠胃有时间休息和自我修复，也让肝脏专心清理存货。高纤维饮食，膳食纤维好比肠道的扫把，吸附代谢废物并促进排便，把垃圾带出体外。还有，某些天然食材被认为有助排毒和保护肝脏，例如姜黄，具保肝和抗发炎作用；绿茶富含儿茶素，具有抗氧化的排毒功效；姜和蒜能促进血液循环，具有抗菌性，有助身体排除体内不需要的微生物。虽然不是什么剧烈的洗刷刷，但通过这些温和的方式持续帮助身体减负，长远来看，体内环境会越来越干净，肠道菌生存的土壤也更加纯净。大自然的药箱中其实有不少宝物对于减少发炎、疗愈肠道很有帮助。在传统中医药和各民族草药学中，都记载了许多能改善消化、减缓发炎的植物。现代科学也逐步证实了其中一些的效果。常见的草药例如薄荷，清凉芳香，能放松肠胃平滑肌，减轻腹胀和痉挛，对肠易激、综合征等有一定缓解作用。洋甘菊常被泡茶饮用，具有抗发炎和镇静效果，可舒缓肠胃不适和焦虑情绪。姜性温，含姜辣素，能促进消化液分泌，抗发炎并减轻恶心，是调理肠胃的良药。还有前面提到的姜黄，其实不仅护肝，也是全身抗发炎的高手，对于关节炎等发炎性疾病有帮助，对肠道环境也有正面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大蒜虽然吃多了口气重，但大蒜含有大蒜素，是天然的抗菌剂，可以抑制肠道内有害菌和真菌的过度生长，同时
也有促进免疫的效果。当然，草药并非吃越多越好，一切适量即可。你可以在日常烹饪中多利用这些天然香料和草药，或是泡茶饮用，把它们融入生活习惯。潜移默化中，草药的力量会在你体内积聚，帮助身体对抗发炎，修复肠道受损的屏障。同时，这些草药往往也含有多酚、黄酮类等植物化合物，它们本身也是益菌的食物，能促进有益菌的繁殖，间接维持菌群平衡。说了这么多，你可能发现了一个关键，我们的身体其实是一个有机整体，饮食、肠道菌群、发炎反应、情绪、免疫、代谢，这些看似独立的系统其实环环相扣，牵一发而动全身。发炎性食物就像潜伏在我们餐桌上的暗影刺客，削弱肠道的防线，引燃体内慢性发炎的战火。而自然疗法则提供了一条温和却有效的出路，通过调整饮食和生活方式，利用大自然赐予的食物与草药，让身体重回平衡状态。也许刚开始改变时，你会怀念那些甜蜜香脆的滋味，但当你感受到身体日渐轻盈，精神更充沛，久违的小毛病不再来打扰，你就会庆幸自己的选择。最后，我们以一个小小的画面做结尾。某天，你站在超市的零食区，伸手正要拿起一包熟悉的洋芋片，然而脑中突然闪过今天听到的种种，仿佛看见肠道里的小军兵们正举着盾牌对你高呼：不要再给敌人送武器了。你会心一笑，转身走向新鲜食材区，拿起了一把绿油油的生菜和几个鲜红的番茄。每一个这样的选择，都是在为你的肠道和身体减负，为健康加码。别小看这些日常的改变，长久坚持下来，原本熊熊燃烧的体内炎火必将渐渐熄灭，取而代之的是充满生机的内在环境。到那时，你不仅远离了那全球第1名发炎食物的阴影，还收获了一个更健康、更有活力的自己。你的肠道菌群会感谢你，你的身体也会由衷的回报你，带来长久的健康与幸福。你敢相信吗？每天你我习以为常的某些饮食习惯，竟然正在默默推高我们的血糖。真正让血糖飙升的元凶，就藏在我们天天吃的食物里，而我们竟然长久以来都吃错了方向。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们又该怎么办？别走开，今天就让我们揪出血糖飙升的真凶，并揭晓5种被称为天然胰岛素的神奇食物，让你的血糖稳稳当当，一辈子不用担心。先等一下，进入主题前，如果您关心自己的健康，请先按下订阅并开启通知的小铃铛，因为在这里，我们将揭示许多没人告诉你的健康真相。我也想知道屏幕前的您是不是也在为血糖问题苦恼？如果您正在和高血糖或糖尿病搏斗，请在留言区输入1；如果没有这方面困扰，输入0，让我们知道。若您或家人也正受血糖问题影响，不妨在留言告诉我，我会尽力回复并提供建议。我们一起交流，一起加油。好，现在就让我们开始揭秘。很多人一听到控制血糖，脑中浮现的第一件事就是少吃甜的。的确，含糖饮料、蛋糕、甜点会让血糖升高，我们都避之唯恐不及。然而，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经验？明明糖果、饮料都戒了，血糖却还是居高不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事实上，一个隐形的真凶一直躲在我们的日常三餐中，那就是精致淀粉。白米饭、白面条、白面包，这些吃起来不甜的主食，其实进入体内后转化成葡萄糖的速度快得惊人。一碗白饭消化后产生的血糖可能相当于好几十白糖，一份精致面包升糖速度甚至比吃糖还快。我们一直以为不吃甜食就安全，却忽略了这些看不见的糖分，正让血糖坐云霄飞车般忽高忽低。原来我们不是吃太多糖，而是吃错了东西。还有，许多人误以为靠药物和保健品就可以高枕无忧，有了降糖药就可以照吃照喝，花大钱买进口保健品就能把血糖压下来。如果你也这么想，那就大错特错了。药物固然重要，但真正决定血糖稳定的关键还是在我们每天吃下肚的食物。离开了良好的饮食习惯，只靠药物硬撑，血糖迟早还是会失控。更何况，那些号称控糖奇迹的昂贵保健品，往往只是单一成分，远不及天然食物来的全面有效。这么多年来，
我们或许都忽略了大自然早已提供给我们的宝库。让我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故事。我邻居王伯伯今年60多岁，罹患第2型糖尿病很多年了。王伯伯对自己的血糖控制非常紧张，家里堆满了各种降糖保健品，美国进口的谷物胶囊，德国制的苦瓜胜肽定，听说有用的他都买。1个月下来，光在这些保健品上就花掉好几万。然而他却很抗拒改变饮食习惯。王伯伯特别爱吃白面条和精致的白面包，苦瓜、洋葱这类气味重的土菜他一口都不碰，嫌苦嫌呛，觉得不上台面。每次太太张阿姨劝他吃点苦瓜炒蛋，他总是摆摆手，那种东西哪吃得下，我有进口药和保健品就够了。张阿姨拿他没办法，只好自己想办法在餐桌上加一些健康食材，像是偶尔煮个秋葵汤、黑豆饭之类，自己跟着吃。半年后，王伯伯回医院复查，报告出来时，他傻眼了。长期血糖指数、糖化血色素不降反升，甚至出现了早期糖尿病并发症的迹象。医生严肃地问他饮食情况，当听说他依赖保健品却不肯好好调整饮食时，医生直摇头，光靠药和保健品可不行啊，饮食才是控糖的根本。反倒是陪他一起检查的张阿姨，各项指标都很漂亮。张阿姨其实也有点血糖偏高，但她平时饮食很注意，尤其常吃苦瓜、秋葵这些食物。医生看了她的结果，笑着对王伯伯说：“你太太这才是吃对了，那些昂贵的保健品只是单一营养，而你太太餐桌上的苦瓜、秋葵、黑豆等等，才是真正全方位的天然降糖护卫队啊。”王伯伯听完哑口无言，回家就把那些没吃完的保健瓶罐全锁进了柜子，开始认认真真跟太太学习怎么吃对东西。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是时候揪出真凶，改变我们的饮食观念了。血糖飙升的幕后黑手，不仅仅是看得见的砂糖，还有我们误以为无害的精致主食，以及对天然食物的轻视。幸好大自然早就准备好了对抗这个真凶的武器。现在就让我们揭晓那5种被誉为天然胰岛素的神奇食物，看看它们如何帮助我们把血糖稳当当控住吧。我们马上来介绍5种堪称天然胰岛素的食物，接下来每一样可能都是你以前嫌弃或忽视的平凡食材，但它们个个身怀绝技。记住，它们不是药，胜似药，它们便宜朴实，却是血糖最强大的稳定器。首先登场的就是许多人又爱又恨的苦瓜。一提到苦瓜，你是否马上想到那股难以入口的苦味？很多朋友受不了它的味道，觉得太苦就是不好吃，没营养的象征。然而，朋友们，那苦涩的味道恰恰是苦瓜的宝贵之处。苦瓜之所以苦，是因为它富含一种神奇物质——苦瓜皂苷。这种物质被称为植物胰岛素，绝非浪得虚名。科学研究发现，苦瓜皂苷能刺激胰脏中的贝塔细胞分泌胰岛素，并提高胰岛素敏感度，让我们的细胞更愿意接受葡萄糖。同时，苦瓜皂苷还可以增加组织细胞对血糖的摄取和利用。简单说，就是帮胰岛素打开细胞大门，把血液中的糖分请进去坐下，血糖自然就降下来。更厉害的是，苦瓜不只靠皂苷单打独斗，它还富含膳食纤维，能在肠胃中延缓糖类吸收，避免饭后血糖飙升。苦瓜本身热量极低，维他命 C 和矿物质含量却很高，营养价值一点也不输昂贵的进口蔬菜。可以说，苦瓜吃进去的每一口都是在替你的胰岛细胞减压，帮你的血糖灭火。不少糖尿病友都把苦瓜当成日常餐桌上的好伙伴。凉拌苦瓜清脆爽口，苦瓜炒蛋香气迷人，既能满足味蕾，又能稳定血糖，何乐而不为呢？如果实在怕苦，你可以先将苦瓜汆烫一下，搭配蛋或肉片炒，苦味会减轻很多。还有一点要提醒，苦瓜属性偏寒，脾胃虚寒的人记得烹调时加几片生姜同炒，中和一下寒性，胃比较舒服。总之，不要再让苦字吓跑你了，越苦的瓜可能就是降糖的良药啊。第2位选手是近年来养生圈的新星秋葵。有人喜欢秋葵的嫩滑，也有人受不了它剖开时拉丝的粘液。其实秋葵那一身黏糊糊的胶才是它降糖的秘密武器。
切开秋葵时流出的粘液中富含果胶和黏蛋白两大法宝。果胶是一种水溶性膳食纤维，进入肠道后会形成凝胶，减慢碳水化合物的消化吸收。这意味着吃饭时有秋葵作伴，葡萄糖释放到血液的速度会放慢，餐后血糖就不会急剧上冲。而黏蛋白则会像贴心的保镖，包覆糖分分子，延后它们进入血液的时间，两相配合，让血糖的上升曲线变得平缓稳定，不再大起大落。秋葵还有额外的加分项，它富含维生素 A、维生素 K 以及钙、镁等矿物质，不仅帮助维持正常代谢，还对骨骼健康、视力保护有益。所以秋葵可以说是糖尿病友餐桌上低卡、高纤又营养的完美食材。吃法上也很简单，汆烫秋葵后加点蒜蓉酱油拌一拌，就是一道爽口的小菜。或者把秋葵切片跟鸡蛋、虾仁一起快炒，也是一道美味家常菜。记住，秋葵烹调时间不要过长，才能保持粘液的作用和营养。如果你以前嫌它黏，现在该试着爱上这份粘稠了，因为那黏黏的秋葵就是你血糖最好的缓冲器。接下来登场的是厨房里的万用配角——洋葱。很多人怕切洋葱，因为会流泪，味道呛。可你知道吗？让你流泪刺鼻的那些物质，正是洋葱强大的降糖力量来源。洋葱中含有多种含硫化合物，例如二烯丙基二硫醚等。这些成分的作用机制有点像某些口服降糖药，可以刺激胰岛素的合成和释放。换句话说，洋葱吃下肚，相当于轻轻拍了拍胰脏的肩膀，让它多分泌一点胰岛素来帮忙降糖。难怪有人把洋葱视作糖尿病患者的食疗佳品呢。不仅如此，洋葱还富含一种强力抗氧化物质胡皮素。胡皮素能扫除我们体内的自由基，减少胰脏细胞的氧化损伤。这相当于在胰岛细胞外面加了一层防护网，让它们不容易生锈老化，保持旺盛的工作能力。此外，洋葱里的前列腺素 A 有扩张血管、降低血液粘稠度的作用，对糖尿病常见的心血管并发症也有预防效果。可以说，洋葱不但是天然的降糖助手，还顺带保护了心血管，一举两得。洋葱辛辣的口感其实很百搭，生吃洋葱拌沙拉，刺激中带点甜，或是洋葱炒蛋、洋葱炒牛肉，经过热油一炒，辛辣变甘甜，香气四溢又下饭。还有人把洋葱切碎泡在红酒里做洋葱红酒，每天喝一小杯，也是一种民间流传的养生法呢。不过饮用含酒精制品请量力而为。总之，不要再让洋葱的呛辣吓跑你，那是属于血糖的催泪弹，也是属于你的健康惊喜。第四种天然胰岛素，我们要介绍黑豆，也就是黑大豆。可能有人纳闷，豆子不是含有淀粉吗？怎么会是降糖食物呢？其实，黑豆的厉害之处就在于高纤维、高蛋白，升糖指数低。每100克黑豆中，蛋白质含量高达约20克，膳食纤维约10克。这两样东西有什么用？蛋白质在胃里消化得慢，能延缓餐后血糖上升；膳食纤维则像海绵一样吸附水分，让食物在肠道移动得慢悠悠，同时阻缓葡萄糖的吸收。换言之，一碗加了黑豆的饭，远比纯白米饭更不容易让血糖飙高。难怪有人做过实验，把部分白米换成黑豆或鹰嘴豆煮饭，饭后血糖明显较低。对糖友来说，黑豆绝对是主食的完美替代者之一。更令人称道的是，黑豆富含各种植化素，例如异黄酮、花青素等。这些物质不仅是强效抗氧化剂，还被发现有类似胰岛素的作用。黑豆中的异黄酮被称为植物性雌激素，但同时它也能提高细胞对葡萄糖的摄取和利用，辅助调节血糖水平。可以说，黑豆里面住着一群默默工作的小胰岛素，帮助把过多的糖分收拾妥当。与此同时，黑豆富含的镁、钾等矿物质和维生素 B 族，对代谢健康也很有益处。难怪民间有句话，天天吃豆，老来不病。黑豆这么平凡却这么强大，我们真该给它鼓鼓掌。生活中，加黑豆入菜其实很简单，黑豆饭是最容易的做法。提前1晚将黑豆泡软，第2天和米一起煮，就是香喷喷的黑豆饭，口感软糯又有嚼劲。
或者把煮熟的黑豆加点冰糖熬成黑豆汤、黑豆豆浆，当饮品当点心都不错。但要提醒一下，豆类虽好，部分人初次食用较大量豆类可能会产生胀气，不习惯的人要循序渐进，一次不要吃太多，或者把黑豆煮烂一些更好消化。还有，黑豆虽然不像动物内脏那样高普林，但痛风或尿酸偏高的朋友也需适量，最好先咨询医生后再将黑豆大量纳入食谱，以免影响尿酸控制。总的来说，黑豆是物美价廉的控糖佳品，我们千万别因为它平凡就小看了它。最后登场的是一个宝藏香料——肉桂。肉桂常出现在我们的肉桂卷、苹果派中，带有温暖的芳香与甜甜的气息。你或许很难把它和降血糖联系起来，但科学研究早已证实，肉桂可是实打实的天然胰岛素增效剂。肉桂中含有一种名为 MHCP 的特殊化合物，甲基羟基丘膜内酯聚合物，能够模仿胰岛素的作用。当我们摄入肉桂 MHCP， 会在体内发挥类似胰岛素的效果，促进细胞对葡萄糖的吸收利用。同时，肉桂还被发现可以提高胰岛素敏感性，减少胰岛素阻抗。也就是说，它不仅帮胰岛素做事，还让胰岛素更给力。有一项临床实验数据非常惊人，每天摄取约1到6克肉桂，连续40天，居然让受试者的空腹血糖降低了1成到将近3成之多。这可不是小数目，难怪现在越来越多营养专家建议糖尿病人可以在日常饮食中加入一点肉桂。更棒的是，肉桂取得非常容易又便宜，只要每天摄取约半茶匙到1茶匙的肉桂粉，就可能对血糖产生有益影响。你完全可以在早餐、燕麦粥或豆浆里撒点肉桂增加风味，或者泡一杯肉桂茶，温暖又养生。甚至烤肉、炖肉时加点肉桂和黑胡椒一起腌制，也别有一番香气。需要注意的是，肉桂一次不要吃太多，少量长期最适合，尤其是便宜常见的肉桂。中国肉桂、桂皮含有较多香豆素，过量可能影响肝脏健康，所以每天1小撮足矣。如果要大量服用肉桂作为保健，记得选择低香豆素的西兰肉桂更为安全。总之，甜甜香香的肉桂其实藏着股猛劲儿，是平稳血糖的神秘杀手锏。以上介绍的5大食物，就是自然界送给我们的血糖克星。或许你会发现，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富含纤维或特殊植物成分，并且能减缓糖分吸收或增强胰岛素作用。没错，这正是稳定血糖的2大关键法门。一是减少过多的糖涌入血液，二是帮助身体更有效地处理糖分。苦瓜、秋葵、洋葱、黑豆、肉桂，5种食物，5种招，从不同角度为你的血糖保驾护航。他们就像5位默默无闻的英雄，各司其职，组成了一支全天然的降糖团队。难怪医生说他们才是全方位的护卫队。掌握了这5大天然胰岛素食物，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吃对、吃妙，将功效发挥到淋漓尽致。以下提供一些小技巧，让你在日常生活中轻松融入它们的魔力。苦瓜去苦小秘方，怕苦的人可以在切好的苦瓜片上撒一点盐，抓一下，稍微腌几分钟再冲水，苦味会减轻。或者汆烫几秒后快捞起，再去炒菜。同时搭配蛋、豆豉等强烈风味的食材一起炒，苦瓜的苦会转化成独特的香气。试着从少量开始品尝，慢慢你的味蕾可能就爱上那股淡淡的甘苦了。秋葵粘液保留术，很多人煮秋葵喜欢煮到烂，其实只要沸水汆烫1到2分钟，至颜色转鲜绿就好，这样粘液不会流失过多，口感也最佳。汆烫后可直接凉拌，加入蒜末、酱油、香油调味，爽口又健康。如果接受度高，也有人把秋葵打成蔬果泥或 smoothie 喝，黏黏的口感喝下去，想到那是血糖的稳定剂，是不是顺口多了？另外，秋葵干燥后磨粉冲水喝，也是一种民间偏方，但口感较差，不如新鲜食用来的实在。洋葱美味不呛招，想吃生洋葱又怕呛辣，教你一招。把切好的洋葱片用冰水冲洗几遍，或浸泡几分钟再滤干，辛辣味会大幅降低，脆甜可口，适合拿来拌沙拉。另外，
红皮的紫洋葱生吃抗氧化成分最高，白洋葱、黄洋葱辣味较强，但炒熟后甜度高。烹调时多利用洋葱的甜味来提香，就能在享用美食的同时，不知不觉把血糖也照顾到了。黑豆融入日常，如果不想每天吃豆饭，你也可以把煮熟的黑豆加到各种菜肴里，例如炖排骨时丢一把黑豆一起煮，汤头会有淡淡豆香又更营养。或者抹点黑豆粉拌进全麦面糊里做成煎饼，增加营养密度。爱吃甜的朋友可以试试黑豆牛奶，将煮软的黑豆和牛奶一起用果汁机打匀，再稍微加热，就是一杯顺滑香浓又稳糖的营养饮品。肉桂巧妙搭配，每天摄取肉桂其实很简单。早餐来一杯肉桂燕麦，在热腾腾的燕麦粥或牛奶燕麦里加上1/4到1/2小时的肉桂粉，拌匀，就是香气满满的降糖早餐。咖啡爱好者也可以在黑咖啡里撒一点肉桂粉，风味独特，又能减少餐后血糖波动。烘焙时，比如做面包、饼干，加入肉桂不仅提味，还能让点心对血糖的冲击减少一点点。记住，肉桂的味道较强烈，用量不需要太多，天天适量坚持，比一次大量吃更有效哦。当然，再好的食物也要适合自己才行。有2类朋友在食用上述食物时特别需要留意，一是痛风或肾结石患者，二是肠胃功能较弱或血糖容易过低的人。第一类人，由于黑豆等豆类含有中等普林，可能增加尿酸；秋葵、菠菜则含草酸较高，肾结石倾向的人也不宜大量生吃。建议痛风患者、肾结石病史的人在增加豆类或秋葵摄取前，先咨询医生或营养师，确保安全。至于第2类朋友，苦瓜偏寒且有降血糖作用，空腹过量食用可能引起不适或低血糖。肠胃虚弱的人一下子摄入大量高纤维的秋葵和洋葱，可能会胀气或肠胃不适。因此，循序渐进非常重要。刚开始每次少量摄取，观察身体反应，再逐步增加。同时定期监测血糖，如果发现血糖明显改善，千万别私自停减药物，应该让医生评估后调整治疗方案。换言之，我们运用天然食物辅助控糖的同时，一样要保持理性和谨慎，这样才能真正安心受益。今天，我们为那些被忽视已久的平凡食物证明了一次，原来在我们的厨房和餐桌上就藏着这么多对抗高血糖的秘密武器。苦瓜也好，秋葵也好，洋葱也好，黑豆和肉桂也好，它们看似普通廉价，却个个身怀绝技。有的刺激胰岛素，有的延缓糖吸收，有的提高细胞敏感度，有的充当清道夫，把多余的糖分扫地出门。它们是大自然送给我们的天然胰岛素，是不用花大钱也能得到的健康礼物。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食物，我们学会了一种新的健康态度。真正的养生之道未必昂贵，也未必艰难苦涩，很多时候最简单、最朴实的办法反而最有效。与其被华丽的广告和昂贵的补品牵着走，不如回归日常，好好利用身边触手可及的天然食材。选择苦瓜、秋葵、黑豆这些食物，就是选择一种不被行销迷惑的清醒，一种对自己身体负责的智慧。现在我想和各位观众朋友做一个健康约定，就从今天，从下一餐开始，试着将这5种天然胰岛素食物中的任意一种加入你的餐盘。今晚炒个洋葱牛肉，明天早餐来碗肉桂燕麦粥，周末试试苦瓜煎蛋或秋葵汤，为自己也为家人烹调一道稳糖料理。当你端上这道菜时，请记得我们今天聊过的内容，你夹起的每一口都不只是食物，更是你为自己和所爱之人的健康所做出的承诺。这一小小改变，日积月累将带来难以置信的巨大转变。让我们一起见证这个改变。从现在开始，善待你的身体，善用这些来自天然的宝藏，把血糖稳稳抓在自己手中。祝福每一位朋友都能血糖稳定，健康长寿，过上轻松自在的甜蜜生活。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对你有帮助，也请别忘了点赞并分享给更多需要的人。我们下期再见，健康路上一起前行。65岁的张大叔一向自认生活健康，作息规律，每天还慢跑健走。他很少抽烟喝酒，
更没有三高的毛病。然而最近他却常感到手脚冰凉发麻，走没几步路就疲惫气喘。到医院一检查，医生告诉他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他的血管变硬了，出现了明显的动脉硬化迹象。张大叔百思不解，自己明明很注意养生，为什么血管还会硬化呢？经过详细问诊，医生终于找出原因，指出问题主要出在他的早餐上。早餐？难道每天早上吃的东西竟是让血管变硬的元凶吗？这番话让张大叔大吃一惊，也引起我们每一个人的警惕。事实上，不只是张大叔的个案，日本最近一项医学研究也发现，血管硬化的原因或许真的和早餐密切相关。这项研究调查了上万名中年人的饮食习惯，结果显示，经常不吃早餐的人更容易罹患高血压和动脉硬化等心血管疾病。换句话说，早晨空着肚子开始一天，长期下来可能对血管造成很大伤害。不仅如此，另一项刊登在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的长期研究，追踪数千名40岁以上成年人近20年，结果同样发现，习惯不吃早餐的人，心血管相关的死亡风险比天天吃早餐的人高出将近1倍，全因死亡率也明显上升。这些研究数据让专家们发出警讯，每天吃好早餐是维护心血管健康、预防血管硬化的一个简单可行的方法。为什么早餐会有这么大的影响？陕西一家医院的心血管医生指出，相较于吃高营养早餐的人，那些每天只随便吃一点，甚至干脆不吃早餐的人，出现动脉硬化的比率明显更高。而习惯不吃早餐的人，动脉硬化发病率最高。也就是说，不吃早餐本身就是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我们传统都说一日之计在于晨，看来这句话在养护血管方面也有科学道理。或许有人会问，血管为什么会硬化？血管硬化医学上称为动脉粥样硬化，就好比我们身体里的血管生了锈变脆了。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动脉血管壁可能因为脂肪、胆固醇等物质的沉积而逐渐变厚、变硬，失去原本的弹性。正常柔软有弹性的血管应该像橡皮管一样随血流扩张收缩，但硬化的血管就像老旧的水管，又堵又僵，不再灵活。造成血管硬化的原因很多，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慢性疾病是主要诱因，而这些往往又和长年累月的不良生活习惯有关。摄取过多饱和脂肪和胆固醇，长期高盐高糖饮食，抽烟，缺乏运动，肥胖，压力过大等，都会损伤血管内壁健康，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一旦血管内壁堆积了胆固醇斑块并变硬，血液通路就变窄，心脏必须更费力地把血液送出去，血压因此升高。时间一长，硬化的血管容易阻塞，还可能在情绪激动或血压骤升时破裂，引发心肌梗塞或中风等致命危机。中年以后血管老化速度加快，如果不好好保养，就像生锈的水管，随时可能出问题。因此40岁以上的人特别要注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控制三高，保护血管弹性，才能避免年纪增长带来的心脑血管隐忧。而每天早晨的第一顿饭看似平凡，却是影响血管健康的一大关键环节。人的身体经过一夜睡眠，早晨起床时正处在空腹饥饿的状态，这时候若不吃早餐，血液会因缺乏能量补给而变得比较粘稠，流动变慢。营养师解释，血液粘稠度提高，容易促进血栓形成，并增加心血管负担。同时，长时间空腹还可能导致低血糖，让人觉得头晕乏力不说，更可能诱发心律不整等问题。研究发现，不吃早餐的人体内发炎指标也会升高，如高敏感 C 反应蛋白明显上升，说明身体处于慢性发炎状态。这种隐形炎症正是导致血管损伤和硬化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不吃早餐还可能让你午餐、晚餐吃进更多高热量食物。人体饥饿太久，大脑会发出强烈的进食信号，使人特别渴望高油高糖的食物来迅速补充热量。结果往往就是中午和晚上的总热量超标，导致血脂、血糖水平整体偏高。如此恶性循环，更进一步加重血管的负担。难怪长期不吃早餐的人更容易有动脉硬化的问题。当然，天天随便对付早餐，营养摄取不足也是个隐患。
有研究比较了早餐吃很多和吃很少的人，结果发现早餐热量太低的人，动脉健康状况明显不如早餐吃得充足均衡的人。可见早上随便啃1-2口，长期下来也可能伤害血管。不吃早餐扣分，吃错早餐同样会扣分。既然如此，我们到底该怎么吃早餐才对呢？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样的早餐属于错误的选择。医生提醒我们，有3种常见的早餐，长期食用会危害血管健康，建议大家赶紧从餐桌上撤下，千万别再当早餐主食了。我们一一来看看，你是否也经常在吃这些早餐雷区呢？第一种，高糖甜食型早餐。清晨嘴馋，来个甜甜圈配拿铁，或者吃杯蛋糕、菠萝面包当早餐。许多人喜欢在早上享用甜食，认为吃甜的有好心情。但早餐吃进过多糖分，对血管的伤害远超你的想象。甜甜圈、蛋糕、奶油面包、夹满果酱的吐司、甜味玉米片、含糖豆浆或奶茶，这些高糖早餐会让你的血糖在早晨猛然飙升。血糖突然升高，身体不得不分泌大量胰岛素来应对，血糖随后又快速下跌。如此剧烈波动对血管内皮细胞是一种冲击和损伤，而且高糖饮食容易导致胰岛素抵抗，长期看来提高了罹患第2型糖尿病的风险。一旦血糖代谢失衡，更会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进程。除了血糖问题，高糖饮食往往伴随高热量，过剩的糖在体内会转化成脂肪囤积起来，使血脂升高。糖分还可能与体内的蛋白质结合，产生所谓的糖化终产物。简单说，就是让组织焦糖化，使血管弹性下降，变脆弱。难怪医生们一再强调，早餐千万别吃太甜。一天之计刚开始，就灌进大量甜食，看似满足了口腹，其实是在为血管健康埋单。若长辈们有早餐配甜茶点的习惯，真的要赶快节制。例如甜甜圈、蛋糕、甜面包，这些最好只偶尔解解馋，绝不能天天当做填饱肚子的主角。第2种，高盐加工型早餐。中国人传统早餐有些喜欢配点腌制咸味的小菜提味，例如一碟咸萝卜干就白粥，或来个咸鸭蛋配稀饭。西式早餐则有人爱吃香肠、培根、火腿等加工肉类，再加上起司三明治或汉堡，这些都是咸度爆表的早餐地雷。高盐食物吃多了，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血压升高。钠离子摄入过量会导致体内水分滞留，血容量上升，加重心脏负担。血管长期在高压冲击下更容易受损硬化。同时，高盐饮食还会损伤血管内皮，引发炎症反应，使动脉壁更脆弱。研究显示，盐分摄取过多的人群，心脏病、中风等风险明显增加，这和血管硬化程度加剧脱不了关系。不只是盐，加工肉品本身对血管也很不友善。以培根、火腿、香肠为例，往往含有大量的饱和脂肪和防腐添加剂。饱和脂肪会提高体内坏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的水平，胆固醇一高，就容易附着在血管内壁，形成粥样斑块，使血管逐渐狭窄变硬。而加工肉中的防腐剂，如亚硝酸盐等，亦被认为会损害血管健康。所以早餐爱吃培根蛋饼、火腿三明治、热狗面包、起司培根汉堡等的朋友要小心了。长期下来，这些高盐高脂的组合可能正在侵蚀你的血管。至于传统的各类腌菜、咸鱼、咸蛋等，含盐量更是惊人，也应尽量避免在早餐大量食用。医生建议，中老年人特别要控制盐分摄取，早上起来不要再拿一堆咸滋滋的下饭菜配白粥，以免无形中把血压和血管风险都吃上升了。第3种，高油油炸型早餐。酥香可口的油条、烧饼夹蛋、煎饺、水煎包、萝卜糕，许多传统早餐都离不开油煎油炸，再配上一杯浓豆浆，让人口齿留香。然而，这些高油脂的早餐正是动脉硬化的推手。油炸食品含有大量的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以常见的油条为例，它在高温油锅里浸泡，除了本身吸满油脂，反复油炸的过程还会产生反式脂肪酸。医学界早已证实，反式脂肪会让坏的低密度胆固醇上升，好的高密度胆固醇下降。如此一来，
胆固醇更容易沉积在血管壁上形成斑块，加速动脉硬化和阻塞，大幅提高心脏病与中风风险。即使是不含反式脂肪的饱和脂肪，摄取过多也会让血液中的三酸甘油酯和胆固醇浓度升高。早上一份炸鸡排或油酥饼下肚，血液里的脂肪含量立刻飙高，短时间内血液变得浑浊粘稠，好像灌了一堆油在血管里流动。长期每天这样，大量脂质就会一点一滴附着在血管壁，让血管变得越来越窄，越来越硬。难怪医生说，油条等油炸品其实并不适合作为早餐，特别是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后，消化系统功能变弱，大清早吃太油，不仅难以消化，还可能增加胆结石、胰腺炎等疾病风险。何况这类高油高脂早餐往往热量惊人，一不小心就吃过量，导致发福肥胖，更会间接促进高血脂和血管硬化的发生。各位不妨检视一下，以上这高糖、高盐、高油三大类伤血管早餐，您是否经常吃呢？也许有些食物是您一时口欲难耐的心头好，但为了血管的长久健康，真的该管管嘴，尽量把这些早餐雷区从餐桌上移除了。当然，偶尔解馋享用一次问题不大，但绝对不宜天天吃、长期吃。尤其40岁以上的人，身体代谢变慢，对高糖高脂的耐受力下降，更要严格控制这类早餐，别让每天的第一餐反而成了损害血管的慢性毒药。看完以上的雷区食品，可能有人要问，不吃那些，那早上到底吃什么才既营养又护血管呢？其实原则很简单，早餐要吃得均衡、适量，少油、少糖、少盐，多纤维、优质蛋白。医生和营养师们提供了几个建议方向。首先，早餐一定要吃，且要吃够，千万不要省略早餐或吃得可有可无。一般建议早餐的热量应占全天总热量的20%到30%左右，也就是说，如果一天需要2000大卡，那早餐至少要有400到600大卡左右，才能为一天提供足够的能量，又不会过量。早上吃太少，不吃容易导致前面提到的低血糖和血液粘稠等问题，而吃一份适量且营养丰富的早餐，能有效启动新陈代谢，降低血管代谢疾病风险。早上时间紧凑，也要尽量提前10分钟用餐，不要拖到9点、10点才吃早餐。越晚吃，相当于与午餐并作一餐，对血糖代谢不利。中医也建议，清晨7点到8点是胃经运行最旺的时段，此时吃早餐最利于消化吸收，所以即便再忙，早上该吃的一定要吃，而且尽量在起床后1小时内用餐完毕。第二，讲究早餐的均衡搭配。有营养师提出一个简单的公式，早餐应包含1份碳水化合物主食，加1份优质蛋白质，加1份蔬菜水果。也就是说，我们的早餐盘里应该既要有五谷、根茎类这样的主食提供能量，也要有蛋白质来源来提供营养和增加饱足感，还需要一些蔬菜水果来补充维生素和纤维。这样的组合才能让血糖稳定上升，不会暴冲，也提供身体所需的各种营养，还能帮助控制胆固醇。很多人早上只喝一杯咖啡配面包，或只吃一颗水煮蛋加牛奶就草草了事。其实光靠1-2样食物远远不够，例如只有蛋和奶就缺乏碳水化合物，身体可能被迫分解蛋白质来当燃料，反而浪费了营养。因此一定要记得搭配一些主食和蔬果。那具体吃什么才好呢？以下提供几种健康早餐的思路。选择全谷杂粮取代精致淀粉，例如白粥、白面包，不如换成燕麦粥、糙米粥、全麦吐司、地瓜等。这些全谷类食物富含膳食纤维，释放能量较慢，可以稳定血糖，降低胆固醇，对保护血管特别有帮助。摄取优质蛋白，早餐里应有适量蛋白质，如鸡蛋、去皮鸡肉、鱼肉、豆腐、豆干等固体蛋白质，搭配一杯牛奶、无糖豆浆或优格等液态蛋白。蛋白质不仅提供营养，还能增强饱足感，避免你很快又饿了想吃零食。需要注意的是，奶制品尽量选择低脂或脱脂的，豆浆则避免加糖，这样既能摄取钙质和蛋白，又不会摄入过多饱和脂肪。多蔬菜水果，不要以为早餐只能吃淀粉和肉，其实加点蔬果效果更好，可以吃些生菜、
小黄瓜、番茄搭配三明治，或者来一份水果沙拉，几片苹果、奇异果，甚至一把坚果。蔬菜水果富含维生素、钾离子和抗氧化物质，有助于降低血压，减少发炎，对血管很有益处。纤维质还能帮助肠道排出多余胆固醇。烹调方式清淡，做早餐时少用煎炸，多用蒸煮。例如，同样是鸡蛋，荷包蛋不如白煮蛋来的健康。想吃豆腐，可以用清烫的方式，而非油煎。早餐店常见的萝卜糕，可以要求少油煎制，或用水煮蛋代替煎蛋，只要烹调清淡一点，就能减少一大半油脂的摄入。举个例子，一份理想的血管友好早餐可以这样搭配：一碗燕麦南瓜杂粮粥，富含全谷纤维和维生素；一颗水煮蛋或几片清蒸鸡胸肉，优质蛋白，搭配烫青菜和一根香蕉。如果喜欢中式，可以来一碗加入红薯和豆子的八宝粥，配一份烫青菜拌豆干，外加半颗苹果。偏好西式的话，也可以全麦吐司夹生菜、番茄和水煮蛋，再搭配一杯无糖豆浆或低脂牛奶。这些组合看起来丰盛，其实热量适中，营养齐全，而且低盐低油又有纤维，让你吃饱精神好的同时，血管也在默默感谢你。最后提醒，早餐是养护血管的黄金时刻，千万别再马虎将就，别让不吃早餐或错吃早餐成为伤害您血管健康的隐形杀手。尤其到了中年以后，更应该审视自己的早餐习惯，为了心脏和大脑着想，远离那些让血管生锈变硬的食物。从明天开始，不妨就按照我们的建议调整早餐内容。毕竟，每天为自己煮好一餐早餐，就是在为自己的血管加一把保险锁。养成健康的早餐习惯，长期坚持下去，将有助于您的血管保持年轻弹性，远离心血管疾病。亲爱的观众朋友，血管的健康关系着我们的生命品质，不要等到血管堵了、硬了才追悔莫及，现在就行动起来，从每天的早餐开始做出改变，远离那3种伤血管的早餐，精心挑选对血管有益的食物。一份营养均衡的早餐，不仅让你活力满满的开始一天，更是在默默守护你的心脏和大脑。40岁以上的中年朋友们尤其要注意，我们的身体不再年轻，血管弹性正随岁月流逝而下降，更需要用心维护。别再抱着侥幸的心态忽视早餐，觉得忙一点饿一顿无所谓，或者贪图口腹之欲，天天油炸甜腻。健康是积累出来的，问题也是日积月累形成的。现在做出的每一个良好选择，都可能在未来免去一次重大疾病。让我们一起从善待早餐开始，善待自己的血管。每天早晨给自己和家人准备一份健康早餐，或许刚开始需要一些改变习惯的努力，但当你想到这是在为预防心肌梗塞和脑中风而努力时，就会觉得一切都值得。爱惜血管就是爱惜生命。今天的我们所吃的每一口早餐，都在塑造明天的健康。现在就打开您的冰箱和橱柜，检视一下哪些早餐该留下，哪些该淘汰，把油腻的、过甜过咸的那些通通撤下餐桌，用天然营养的食材来丰富您的早餐盘。每天坚持这样做，您的血管将会保持通畅有弹性，人也会更加神清气爽。请牢记，早餐吃得对胜过吃补药，早餐吃得不对，累积的伤害难以挽回。从明天起，给自己的血管送上一份健康早餐吧。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幸福，千万别再轻忽早餐。善待早餐，就是善待自己的血管与生命。愿大家都能拥有健康的血管，充满活力地迎接每一个崭新的早晨。祝福您从今天开始，早餐大改造，收获一辈子的心血管平安。